这么僵硬，靠着我胸口靠会儿，雨还得有一阵子可下。抱紧我一点，千万不能病了。你还是个孩子，一旦高烧引起肺症，大罗神仙都难救的。哥哥，你真好，有你这样的哥哥，我很幸运。话一落，陆志轩低头看着怀中红红的小脸。有我这样的哥哥，你真的觉得幸运吗？只是这样做，我有愧于我娘、我妹妹蓝潇潇。这一世，我要拿你怎么办呢？雨渐渐的停了。想到自己的亲娘与妹妹，陆志轩心中的柔情渐渐随着雨水淡了。雨停了，把衣服扣好，我们走吧。说罢这话，陆志轩把快睡着的蓝潇潇推开，自己整理好衣服，背起地上的背篓，再也没有看他一眼，率先走了。本来心中暖暖的蓝潇潇连声音都带着喜气，可是陆志轩突然抛下他先走了，傻得他莫名其妙。这人又怎么了？是因为他表演的太过火了，让他想起了陆芝芝吗？哥哥，你等等我。唉，蓝潇潇重重的一声叹息。过的什么日子？就这么一段日子，蓝潇潇觉得自己老了许多，心太累，追不上人就不追了。但蓝潇潇绝对想不到的是，陆志轩是真正的心乱了。这心乱并不是因为害羞，成年的他对一个8岁的孩子无法产生邪念，可却发现自己的心确实因这个8岁的小姑娘而乱心智时，他有点无法承受。这有事啊？蓝潇潇感觉蹊跷，急跑几步，气喘吁吁也来到近前。他站在哥哥身边，明显同仇敌忾。你们兄妹是不是上山了？陆志轩和蓝潇潇刚想说话，白发苍苍的妾奶奶走上前，对两人使了个眼色。富贵，你别听人瞎瞎咧咧，这俩孩子在我家地旁边呀开了一块小荒地，他们没事呀就侍弄，那里靠近荒山，他们根本没上山。从小在这村子里长大的陆志轩当然清楚事情的严重性。什么？上山有什么毛病？至于大家兴师问罪吗？不就是传说山上有鬼吗？村长还管这事不成？村长，下雨前我亲眼看见陆志轩和蓝潇潇两兄妹跑山上去的。村长，你曾经对大家说过，都不许上山，免得带回阴气。他们上山很有可能被山上的阴鬼沾染上了，如果把阴邪之气带进村子，就会闹得鸡犬不宁。今日绝不能让他们进村。上次的事，张二狗的娘李秀琪憋了满肚子火，如今正好落井下石。哼，对，村长，为了全村人的性命着想，绝对不能让他们进村。这时陆志轩闪电般冲过去，扬手左右开弓打向陆志浩。这一下稳准狠，陆志浩的鼻血顿时流出来了。蓝潇潇拍案叫绝，太爽了，让他告状，让他当小人。臭小子，打不过我就胡说八道，我还说你上山了呢。我们明明是种地去了，看这锄头上还有泥巴呢。我没撒谎，你们就是进山了，是笑笑亲口告诉我的，当时你也在场。陆志浩哭咧咧地说：小崽子竟然打我儿子，太放肆了。死耗子，当时我这样说是讨厌让你跟着，谁都知道这山不能上，难不成我们俩就不怕死吗？连吓你的话都不知道，看你蠢到家了。吓他的？陆志浩不信。才不是呢，你们就是去了那鬼山上。该死的死耗子，真当是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儿女。如果我们真上山了，能这么快就回来吗？麻烦你用用脑子行不行？那大山有那么好进吗？就去了，反正你们就是去了，说什么大伙也不相信你的话。爹，他打我，你帮我教训这短命鬼。这话一落，陆石良冲过来就要打人。坤哥儿，你自己做错了事，竟然还敢打人，看来真是没受的教。既然你爹不教，那我这个当大伯的总不能袖手旁观吧。手未落下，一只瘦弱的手架住了陆石良。某人的脸色冷静的可怕。大伯要教训侄儿，侄儿无话可说，但是教训我得有个理由吧。三弟污蔑我去了鬼山，你们信了，那下回他说我杀人了，大家也信。这话一落，顿时众人议论纷纷。也是啊，坤子又不是傻子，他娘就因为上了山被鬼拖了命，他还敢上？对，看来真的是弄错了。算了，既然他们没有上阴鸾山，就别在意了。算了，儿子被别人打。王巧云一听这话，顿时气急败坏。什么叫弄错了？明明就是他们去了，可你们就只听这两个兔崽子狡辩。行，你们不怕阴鬼进村是你们的事，当家的还当什么？他打了你儿子，难道就这样罢了不成？我的儿子是给别人白打的吗？村长，各位叔伯婶子，我们去南边山脚下可是有目的的。你们看这个，这是前天在南山边砍柴哥哥发现的，与朋友说的溪流人食物相似，所以当时放在了心上。回来之后，哥哥翻遍了书籍，确实是这东西，真的是溪流人那食物。我们今日专门去挖回来了。他的朋友还说这东西产量高，能饱肚。哥哥想试着种种，他说了，要是这东西真能种出来，我们大伙儿就能少饿肚子了。这突变让大伙面面相觑。众人看着蓝潇潇手中那长条条毛乎乎的树根，怎么与吃食也联系不起来呀？静奶奶一听，眼神都亮了，她赶紧上前对着蓝潇潇手中的树根左看右看。
丫头，这东西真的可以吃？上回的红薯让庆奶奶尝到了味道，她对蓝潇潇的话可是深信不疑。蓝潇潇立即点头。庆奶奶，我哥哥读书的时候见到有本事的人很多，也是别人告诉他的。不过我们刚才在那边山边吃了一节，味道还不错呢，要不给您弄半截尝尝？哎，好啊，来来，让我尝尝。有人捧场，蓝潇潇兴奋地叫了声：“哥哥，你削点给庆奶奶与阿生爷爷尝尝，不过只能尝一点儿，这个没长到很多，得留着做种。”陆志轩不得不承认，眼前这个毒丫头真的太厉害了，一场风波被她瞬间就化解得无影无踪。这东西其实是我曾经见过，所以今日特意去把它给挖回来。庆姑奶、阿生爷爷，你们放心吃吧。两位老人都是村里的长辈，特别是阿生爷爷，他是村长爹的兄弟，更是有权威。哎呦，你们还真敢吃啊，就不怕吃死人？我活了快70年了，要是真这样吃死了，也可以去见阎王了。被老人一说，王巧云总算是老实了。这东西还挺好吃的，想不到世上除了水稻、麦子、杂粮外，这东西也能饱肚子，很好啊。庆奶奶接上：“是啊，这是上天有眼，让坤哥来接济众生了。孩子，这个东西要是会种的话，奶奶那边有一席菜地，倒是可以试试。哎，我家也种上一点儿，要是有种子的话。”众人眼光发亮，见便宜就上，都想说种上一点时，陆时良突然挤了出来：“坤哥，你能告诉大伯，这东西是在哪儿挖的吗？”大伯也想去挖是吗？你从这儿往南边的阳关山往前去10里，有一个叫10里比的地方，那边有一个山阴之所，可以找到这东西。你去了那？对呀，我和笑笑天不亮就出发了，不过找了半天就找到了这些。村长，那阳关山10里坡谁不知道有狼啊？他2个毛孩子敢去？村长一听，顿时也觉得可疑。对呀，坤哥，你不会是骗我们的吧？上寨村有好几个孩子都被那边的狼给叼走了，你敢去那里？这事儿你可得好好说说，我们大人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。村长，这世界青黄不接，谁家能吃得饱？我们要不是饿得实在受不了了，也不会跑那儿去。不过我身上带了防狼的药，一般情况下可以自保。这话太合情合理，谁也找不到反驳的理由。一场风波总算是要过去了，蓝潇潇的心悄然放下。可她根本没想到的是，这个时候孙青梅跳出来，讨好的对张富贵说：“哎呀，村长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家俩臭孩子让您和大家受累了。哎呀，我是他们的娘，绝不袒护两人。哎，这样吧，既然大家担心孩子们把阴气带进村子，今天晚上就让他们在村外住一夜。”这话一落，不仅蓝潇潇傻眼，就是连陆志轩也傻眼。瞬间，他的眼神变得阴沉起来。我家婆娘说的有道理，就让2孩子在村外住一夜吧。他突然想起什么，甚至非常歉意地说：“当初的事儿也是闹得全村不安，还是防患于未然的好。”当初的事是不是陆志轩亲娘的事？蓝潇潇来不及细想，只是心中感慨：自私的人，你永远算不到他们在想什么。你个狠心的婆娘，应该被天打雷劈！就算坤哥不是你亲生的，可潇潇总是你生的吧？这么小的孩子，你竟然让他在外头过一夜，你还算是个人吗？我和妹妹没有去阴峦山，不接受这样的惩罚。坤哥啊，不是我和你们俩兄妹过不去，你父母都这样说了，今天晚上你们就在村外过一夜吧。如果身上有阴气的话，正好散一散；没有的话，也好好反省，免得害人害己。奶奶，坤哥我心里明白，这都是命。孩子，奶奶白活几十年了，你们在这儿等着，我去给你们拿条狗皮褥子，再拿个小铁锅，你们晚上烧点热水，衣服都浇湿了，也不知道你爹娘会不会给你们拿换洗的衣服。庆奶奶，他们不会那么好心的，麻烦你给我拿2套衣服就行了。都是孩子，他们什么都不懂。坤哥啊，你放心，我这就和他把东西拿来。哥哥，世上有句话你听说过吗？有后娘便有后爹。以前我是不理解的，今日我终于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了。后爹吗？其实他连当他的后爹都不配。陆志轩避而不言，潇潇以为他受到的打击太大，于是更加卖力地安慰起人来。他不爱你，我会爱你；他对你不好，我会对你好。哥哥别难过，天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其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他们这样对你，就是因为老天爷要磨练你。这话是谁说的？是地府的夫子教的，说地府的人都得学规矩，听教导，否则就得沦为畜道。虽然觉得这话有点怪异，可陆志轩还是忍不住问：还教了你什么？其实教了我很多，可我得想一想。但是现在我有点冷，哥哥，我们找个地方避一下好吗？因为亲奶奶还没回来，两人就近找了一棵大树，先放下东西，然后再去找些农家的稻草。
点着火，两人挨着火边坐下。一场闹剧让本就不活泼的陆志轩又沉闷了不少。他目光看着远处的天空，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不过蓝潇潇知道，今日孙青梅与陆石柱又给这少年增添了一份恨意。当家的这样下去恐怕还不行，你说有没有办法把那小子卖掉？不可能，这个家就他这一个儿子，如果卖他，恐怕族伯要来说话的。最好他真被鬼给沾上，被鬼给吃了。不过今日村长还算是帮忙，慢慢的通过一些事让村里人都讨厌他，到时候我们真对他不好，恐怕也没有人说什么了。哼，那个老色棍能这么容易就帮忙？两夫妻进门没多久，庆奶奶来了。柱子，把孩子的换洗衣裳给我。孙青梅对庆奶奶十分讨厌，一见到她便出恶言。哼，知道的是这两个孩子是我家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俩孩子是你家的呢。别人家的孩子，老太婆你少管闲事。孙青梅，我不管你有多冷情，今日只问你一句，这衣服给还是不给？哥哥，我想睡了怎么办？再等一会儿，一会儿请奶奶送衣服来，我们到一个山洞去过夜。哥哥，你知道这附近有山洞吗？知道。终于庆奶奶到了，她与阿生爷都拎了不少东西，两人急忙迎过去。两位老人不但拿来了他们要的东西，还给陆志轩也拿了一套衣服，还有几个馒头咸菜等。谢谢。谢什么？看你亲娘的面上，我也不能置之不理。要不是村长太霸道，我们是怎么也不会放心你们两个孩子在外过夜的。村长张富贵的权力很大，因为他有后台，这村里的人谁也不敢得罪他。这一点陆志轩比任何人都清楚。坤哥儿，爷爷这带的干柴不少，一会儿再去捡一点湿的夹着烧，去找个地方把衣服换上。啊，对了，赶紧把这姜烧汤给喝了，可不能再遭风寒啊。谢谢。孩子们别走远了，晚上奶奶让你们10来叔送晚饭来。晚饭不用送。哎，好吧，那你们小心些，笑笑要听哥哥的话。谢谢二生爷，谢奶奶，我会听哥哥的话的，你们放心。好孩子，晚上要小心些。那我们先走了，有什么事晚上悄悄进村来好了。等两位老人都走了，蓝潇潇抬眼看陆志轩，哥哥，山洞在哪里呀？两人默默地走着，终于走到了一个河边的高地。换上。其实陆志轩身上的衣服更湿，蓝潇潇本想说让他先换，他来烧火。哥哥救命，蚂蟥！陆志轩回过头来，尽管臭丫头穿着贴身短裤，看不见隐私部位，本不想理他，只是那小脸上的惊慌终于让他不忍，捡起那条裤子抖了几下，他脸都黑了。我又是蚂蟥，是条毛毛虫，这么大个人了，还怕这小东西啊？是条毛毛虫吗？蓝潇潇默默地接过裤子穿上。哥哥，在你心中我是不是特别的没用？陆志轩正在烧火，闻言抬眼。你想说什么呢？我不想说什么，是自己没自信而已。哥哥，我来烧火，你去换衣服吧。陆志轩并没多说，一言站了起来，拿起衣服进了洞。蓝潇潇刚把瓦罐架上去，想去打点水烧姜汤，装了小半罐水。蓝潇潇回到了火堆边，把瓦罐放好后才发现四周没有了陆志轩的影子。哥哥，你在哪？可唤了几声，回答他的只有河水声，连只水鬼都没有。在干嘛？哥哥，你去哪儿了？我找不着你。陆志轩却不接话，径自坐在火堆边，缓缓地添上几根柴。好压抑，好想杀人啊！哥哥，我去洗衣服，一会儿可能得晒干。一声长长的惨叫把正在煮姜汤的陆志轩惊醒，他一个纵身飞奔而去，远远地见那小小的身子倒在了地上。醒醒！见他不醒，陆志轩用力掐着他的人中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终于醒了。蚂蟥，好多的蚂蟥，我好没用。此一刻，蓝潇潇觉得自己真丢脸，一个大人竟然怕几只小蚂蟥，可是他就是怕那东西。对不起啊，是我没提醒你。原来他知道河里涨水会有蚂蟥，不是恨，也不是恼，而是心凉。哥哥，我没事了，不怪你，是我没用。这伪装的坚强让陆志轩生出了心痛。你不是说在地府种了3年的地吗？为何还会怕这小蚂蟥呢？蓝潇潇挣扎不脱，便不动了，淡淡的说：因为地府里没有蚂蟥，而我主要学的是种菜、种花、种旱地。其实这东西也没这么可怕，是我胆小而已。是我不好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不怪你，是我命不好，才投到孙青梅的肚子里。如果不是我投到她的肚子里，我也不会认识你。我真想地府，如果能让我去的话，我二话不说。你说什么？我想回地府。你想死？蓝潇潇缓缓地点点头。
要是真能回地府，我愿意去死。只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死。如果半夜能在睡梦中，或者是我又高烧一趟，去了地府就好了。好死不如赖活，地府哪能有人间好？不许再想这种事了，以后我不会让你下地下河的。陆志轩，你不必承诺，其实我与你并无关系，我的死活不应该由你负责。只是我还没帮你找到芝芝妹妹，还请你关照我一段时日。不许这样说，不管找不找到芝芝，你都是我的亲妹妹。还有，以后不许没大没小叫我的名字，听到没有？哥哥，我想改个名字。为何不喜欢这个名字？这个名字是我娘取的，她原名叫笑话。笑话？那你想改什么名？我想叫潇潇，潇洒的潇。在地府的时候，我听过一首歌，我觉得这个字很好。地府的歌？那你会唱吗？哥哥，你让我自己做吧，我已经长大了。她已经长大了，一个8岁的丫头能有多大呀？不过陆志轩还是把她放下了。那你唱给我听。好，做好后。人间不知岁月多少的忧伤，何不潇洒走一回？天地悠悠，过客匆匆，潮起又潮落。红尘呀滚滚，痴痴呀精神，聚散总有时。人间不知岁月多少的忧伤，何不潇洒走一回？哥哥，我的歌好听吗？大手伸上头顶，又轻轻地放下，轻叹一声。潇潇，以后不要唱这样的歌了。蓝潇潇故意装作不解。为什么？不好听吗？不是不好听，而是你还小，这种歌不是你这种年纪的人唱的歌，地府也不知道教人一些什么东西，你还是个孩子呢。潇潇，你把东西收拾一下，晚上我不住这里。不住这儿，住哪儿呀？一会儿哥哥带你去一个好地方，那里虽然简陋，可比这里好。陆志轩边走边说，小兔三哭，亲就是亲哥呀，这个亲字可不是说说的。今天要不是一首歌感动他，这未来首府大人呐，是绝对不会把我带去他的私人禁地了。熊孩子，小年纪心眼这么多，谁嫁给你只有被吃了的份儿哟。陆志轩一边肩膀背一个，还要伸出手牵他。哥哥，我自己能走，你带路吧。到了。到了。蓝潇潇很好奇，这是谁的木屋啊？我的。你的？你在这里做个木屋做什么呀？村里人都说这里有鬼，可你却在这鬼山做个木屋，你就不怕吗？世上本无神鬼，这山上不过有一些大型野兽，曾经吃人，于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说这山上有鬼。你别害怕，这个地方有阵法，野兽进不来的。阵法？蓝潇潇心中更加好奇了。你摆的？哇，学堂里还教阵法吗？曾经得到过一本奇书，那书上讲的就是九宫八卦之阵法，我自己学着胡摆了一下，因无人指点，只能阻挡一些野兽而已。天哪，真不愧为未来首府啊，阵法都能自学成才。蓝潇潇的真心话。哥哥，你好厉害呀！两人进了门，木屋并不大，一边靠山一边落地。靠山的地方有一张简易木床，上面有一些干稻草。别看了，赶紧帮我把东西放下。嗷呜嗷呜！今晚要在大山里住宿，他要体验一下原始人的生活了，心中好激动啊。哥哥，晚上有馒头，我们煮点粥吧。这几个没来得及烤的地瓜埋在灰堆里，明天早晨吃。一会儿我把这馒头烤来吃，不用菜也能吃得下。好，你想怎么吃都行。哥哥，没有碗，我们就这样喝吧。好。两人重新坐下，蓝潇潇确实饿了，大口大口的喝了几口粥后，然后几口就把馒头吃了。突然一个馒头递了过来。再吃一个。不用不用，我人小吃的少。吃。我真的饱了。太瘦了。哥哥，我这不叫瘦，我这叫苗条。你孩子太胖了，长大了就会被人称作胖妞的，我不要吃了。我不在乎。可别人会在意啊。谁会在意呢？我哪知道。蓝潇潇又是一阵傻笑。再喝点粥，要不然半夜呀就会饿的。过分谦虚就是骄傲。蓝潇潇非常乖巧的把嘴伸了过去，像只小猫似的呼呼喝了5、6口，便不要了。要了。不要啦。闻言，陆志轩拿起瓦罐放在嘴边，呼呼啦啦的一阵响，粥立即见底了。哥哥，山上有鬼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陆志轩看向他清澈的目光，半天才说：据说很久以前，这座山和普通的山一样，大家都进去打柴拾蘑菇的。后来有个姑娘进山以后莫名失踪了，全村人都去寻找，却踪影皆无。听到有时山中能够传来阵阵阴森森的大笑，当时来找人的村人吓得半死，说山上有鬼叫，老村长这才下了封山令。后来呢？后来那姑娘一直没出来，而且每年到那个时辰，村里总是会失踪一位姑娘，直到很多年后请了高人前来祭祀，这情形才有改变。几年前我母亲生了妹妹之后，身体一直不好，陆石柱根本不关心她，然后上山找吉祥木没找着，还病了一场，这样她就更狠了。当时我在学堂，不知道父亲对母亲这样刻薄。哥哥，大娘她一定是被神仙接天上了，或许她此时就在天上看着你，关心着你。
我在地府的时候听说了，善良的人如果放不下人世间的牵挂，阎王就会让他们变成天上的星星，永远永远让他们照耀着自己的亲人。娘，您是哪一颗星星呢？如果您真的在天上，就保佑我找到芝芝吧。蓝潇潇的举动触动了陆志轩，看着依在自己身边又瘦又小的小身板，他轻叹一声，自己又吓着他了吗？其实他不过8岁，这一切都算在他身上，何其无辜。哥哥知道这与你无关，只要你以后不学着孙青梅那么恶毒，哥哥不会抛弃你的。潇潇，一天下来累了吗？去睡吧。山中夜晚很冷，这火堆不能灭。蓝潇潇抱着陆志轩的胳膊摇了摇头，哥哥，我还睡不着，要不你先睡会儿，我守着火堆。不用，你跟孩子守什么守？去睡去，哥哥会守着。蓝潇潇摇头，不要，哥哥更累，你先睡一会儿，一会儿你换我，火堆你说了不能熄，我们轮流守。小小年纪却如此懂事，他过得得有多苦啊！陆志轩知道蓝潇潇虽然年纪小，可性子却是极其的固执，伸手再次摸摸他的脑袋，又去屋外抱来了一堆干柴。那你要小心看着火，可千万别让它熄灭了。知道，哥哥去吧。陆志轩也没多说，立即爬上床躺下，脸转过去，身体卷在一起，很快打起了微微的鼾声，这就睡着了。不过2-3分钟，竟然已经深睡，这速度还真是让人惊讶。蓝潇潇靠在床边坐着，借着火光，她静静地看着陆志轩这张还略显稚气的俊脸。长大后啊，这男人绝对是个祸水。此刻这脸上没有悲伤，没有阴毒之气，看起来很平静。这丫头怎么会睡得这么死？陆志轩发现自己的心猛然跳得急了起来，他赶紧腾出一只手，一摸额头，顿时脸色煞白。这丫头病倒了。陆志轩，你真的只有13岁吗？竟然让一个8岁的孩子守夜，这就是你的承诺，以后会护着他顾着他吗？小丫头已经昏迷了，怎么办？半夜时分，就是偷偷回家也没办法，何况陆石柱和孙青梅2个极品，一定会六亲不认，把他们撵出去。你醒醒，别吓哥哥，你醒醒！可不管他怎么叫，蓝潇潇依旧是牙齿紧咬，胡话连篇，深深地陷入了昏迷之中。已经习惯了身边有他，如果他死了，他该怎么办？看着怀里的人这样，陆志轩突然感觉心慌，好似有什么东西就要失去。潇潇，你不许离开我，听到了没有？如果你还这样，我就打你屁屁，打得你起不来。要这威胁一点用都没有，怀里的人根本是没有一点反应。陆志轩看了眼锅里的药水晾好了，端到了手边，发现他双唇紧闭，想起上次给小丫头喂药的事，陆志轩低头喝了口绿色苦涩的药水，含在嘴里，轻轻用舌头撬开了他的嘴唇，把药液小心地渡过去。他的唇很烫，却很柔软细腻，还带着点甜甜的味道。他好想吮吸一下。妈妈抱紧我，可是妈妈却把他放下不管，随风飘走了。他好伤心，好难过。哥哥，我刚才怎么了？没事，你只是睡着了，火烧过来，把你的脚丫熏黑了，还有几个水泡，我忘记给你挑破了。他平静地说，摸摸他的额头，明显是有点退烧了。站起来，找了几根芦苇的叶片撕成条。陆志轩小心地把蓝潇潇小腿上的水泡挑破。哥哥，你手上也有好多水泡，一会儿我给你挑。没事，我是男人，这点伤不算什么。好了，我给你抹点草药汁，等明天回到村子里，再向阿生爷讨汤升高。坤子、潇潇，你们不会是又跑山上去了吧？跟奶奶，那南边上有个石洞，地势比较高，我们昨晚睡那儿了。你们还好吧？潇潇，你这脸色怎么这么差？他昨晚发高烧了。这话一落，庆奶奶立即把手放在了蓝潇潇的额头。哎呀，作孽的东西！孩子要是真出事了，我看他们能不能吃得下睡得着。走吧，去你阿生爷那儿，让他看一下。蓝潇潇想说不必了，反正感冒无药可治，只要多喝水多睡觉，7天准好。只是陆志轩已抬步走了，蓝潇潇立即拉着庆奶奶的手跟上。庆奶奶，你出村的时候，村口没人守着吧？别理那起子眼皮浅的人，不管谁问你昨天晚上在哪睡的，就说是在南边山上的山洞里好了。看来村口还有人守着，不让他们进村了。哥哥，他们到底想干嘛？就算山上有鬼好了，可青天白日的还能附在我们身上？陆志轩目不深沉，他望了望村口，伸手牵着蓝潇潇的小手，声音坚定而决裂。不怕，有哥哥在。你们想进村可以，不过得先把晦气去掉再说。乡亲们，你们说对不对？村里的人都迷信，而且是宁愿信其有，不愿信其无。快，把火纸扔火盆里！哎，艾叶水呢？快点拿来洒在他们身上，省得他们把邪恶带进村。还有狗血呢，快拿过来！陆志浩跳得非常起劲，昨天被陆志轩打了，这仇恨记在心头呢。这2人一叫，不少妇女老人都在叫着，一定啊要把他们身上的邪恶除干净，再让他们进村。
是的，艾叶水多撒点，还有喷了狗血的纸多烧几张，一定要把邪恶除尽，否则要出大祸。你们真的欺人太甚！天在头顶，这样作践两个孩子，小心遭报应。嗨，庆婶儿，你这话就不对了啊！孩子怎么了？孩子更容易招惹邪魅。我们这可是为了全村人好，可不是我们故意为难他们。走，你怕吗？他怕个屁呀！有神鬼还能白天跟着他们？哥哥，你不怕，我就不怕。有哥哥在，牛鬼蛇神都得让步。切！突然，人群中有人发出了一声轻视。这丫头还真吹牛，牛鬼蛇神都不怕的人，那不就是神仙？蓝潇潇头一扭，重重的哼了一声。哼，我哥哥就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，他以后是要中状元的人，他当然是神仙啦。哎呦！突然有人放声大笑。孙婶，你这闺女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坤哥儿读了6年书，连个秀才都没去考，还当状元，现在连学堂都上不了，他这是在做梦吧？做梦？他如果是真在做梦就好了。梦一醒，他就回到亲人身边了。当他快快乐乐的蓝潇潇冷眼地看着这笑话他的妇人，原来是春花的娘。如今的他因为春花跟着去了县太爷府上，所以他就一个劲儿地拍王巧云的马屁。蓝潇潇心道：拍吧拍吧，县太爷家是这么好去的地方吗？希望春花能够多活几年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哥哥是世上最厉害的人，他将来不仅要考状元，而且还会当大官。今日你们这样对他，希望有朝一日你们不会后悔。哥哥，我走前面。这丫头竟然说她未来还会当大官，难不成地府能看到她未来的一切吗？突然陆志轩就笑了，他还真被这小丫头给哄住了呢。哥哥走前面，你跟着我，永远跟着我，以后没人敢欺负你。两人手牵手刚跨过火盆，一盆艾叶水倾头而下，众人看到的只有2双清冷的眼神。不知为什么，明明眼前的2个孩子像2只落水狗，可是他们站在那里却让人无法忽视。陆志轩回头看着这群人，他一字一句地说：今日之恩，在下永远记在心中，希望你们都能活得长长久久，能让我来报答。瞧，哥哥在这里发誓，今日辱我等之人，未来我将以100倍讨回。这话一落，蓝潇潇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。难不成今日这一幕是王巧云送给他的大礼？哥哥，我相信会有这么一日。人群后的孙青梅听着这兄妹的对话，顿时是浑身一抖。她死死地抓住了陆石柱的手，往后躲，直到2人跟着庆奶奶走了，她才说出话来：哎呀，当家的，这死小子恨上我们了。恨就让他恨，就他还真能有多大的本事？别以为读了几天书就把自己当大官了。不说考状元有多难，就算他有这本事，还有银子上京赶考吗？那可不是10两20两就能解决的事。是了，谁家没有点实力，倾全家之力能送出一个秀才来？考状元，他还真给那死丫头引上了歪路了。哎呀，当家的，那小子不会再打潇潇的主意吧？陆石柱一下子没反应过来。打什么主意？你这没头没脑的说一句，能不能说句真话呀？你说打什么主意？我是说，他会不会想让潇潇给他当媳妇儿啊？我可告诉你，潇潇可是我们未来过上好日子的保证，我可不会把他给了那死小子。那小子在打小妓女的主意，他想还得他这当爹的肯呢。陆石柱脸一横，他别想。可这样下去会不会出事儿？你急什么急？他才13岁，真要娶媳妇儿也得15岁以后。再过2个，我们等潇潇长大一点，悄悄找个好人家把他给卖了，他还能抢啊？就这样。不过那姓周的夫子不会再来吧？真是好讨厌的人，别人家的儿子考不考秀才关他个屁事呀。想到昨日赖在家中等儿子的周夫人几人，陆石柱就头痛。就是脑子有病，又不是他儿子，管这么多闲事儿。正在庆奶奶家换衣服的陆志轩并不知道，昨日他这所谓的亲爹极力不让他进村的目的还有一个，那就是他的先生来了，请他回学堂继续读书。蓝潇潇放下衣服走过来。哥哥，有事吗？我先去把衣服洗了，是燕子妹妹的衣服呢。把人拉到胸前，陆志轩拿起一个旧木梳。头发乱了，哥哥给你扎个辫儿，衣服一会儿哥哥去洗，我先带你去阿圣姨那儿看病。我没事啊，不用看了。陆志轩把头发给他扎好，然后用手又摸了摸蓝潇潇的额头，眉心拧了起来，拉着他往外走。庆奶奶，这衣服一会儿我来洗，潇潇她好像又烧了起来。庆奶奶正在菜园里摘菜出来，一听急了。哎呀，去吧去吧，这衣服让燕儿去洗，你赶紧带潇潇去。坤哥，这衣服放这儿，我会去洗的。我看潇潇妹妹的脸色确实不太正常，赶紧去吧。庆奶奶的孙女张小燕今年7岁，可从个头结实的程度来讲，她都比蓝潇潇强。陆志轩默默地点头致谢后，背上了蓝潇潇。坚持一会儿，阿圣姨那儿有药，化开水就可以吃了。娘，你为何不把狗血倒到他们身上啊？王巧云拍拍胸口。哎呀，
坤哥那眼神太吓人了，把我吓得浑身发冷。浩哥，以后与他们两个少沾边，太邪门了。邪门？娘，既然邪门，那你还忘记倒狗血？万一他身上的恶鬼没清干净，我们就完蛋了呀！不管了，反正又不住在我们这边，恶鬼要吃也是先吃你二叔二婶，关我们什么事？走，赶紧回屋。蓝潇潇是被陆志轩背回来的，因为退烧之后又喝了药，他早已经昏昏沉沉了。可人才放下不久，又被人拎起。一看孙青梅那张恶毒的脸，蓝潇潇瞬间清醒了。娘，我病了，昨晚上受了凉。哼，死丫头，我问你个事儿，可得老老实实的与我说，否则别怪我手下不留情。又出什么事儿了？这个恶女人，没事不找点事出来，她就过得不舒服不成？娘，你说吧，我是你亲生的，有什么事儿绝对不会瞒你。我问你，那死小子是不是打上你的主意了？啊，你说什么呀？上午你没听到他说吗？我是他的亲妹，世上有打亲妹主意的人吗？娘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我费尽心思讨好他，好不容易才让他接纳我，你这又从哪里冒出来的莫名其妙的想法啊？孙青梅脸长得好，可脑子并没有多聪明。你说的有道理，看来是我多想了。哎，对了，潇潇，你觉得他将来真的会有出息吗？娘，你愿意听我的话吗？我告诉你，哥哥这个人很厉害，以后他绝对不是种田的料。你不喜欢他可以，但是表面上你可得对他好，否则让他记恨在心，铁定没好果子吃。哼，他还敢对我怎么样？对长者不敬，当官都没资格。蓝潇潇想不到孙青梅还知道什么长不长者。那他万一不当官，只赚银子，却是不给你用呢？怎么办？他真能赚大钱吗？娘，村里有几个读书人，书上说了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这说的是什么？你懂吗？要是你不懂，我告诉你，书上说了，书读多了能学到很多赚钱的本事，读多了书会得到美人的欣赏。娘，你想想看，哥哥长得这么好看，加上他读了这么多的书，万一哪一天哪个财主家的姑娘看中了他，十里红妆就是要嫁给他，恐怕也不无可能啊。潇潇，我发现你变聪明了呢。那当然，也不看看我是谁生的。娘，现在田间也不忙，夏天雨水又多，等我风寒一好，就求着他带我进山捡蘑菇，我们多去几天，然后在山里面边捡边晒，一个月至少能赚300-400个大钱。一个月300-400大钱？天哪，那现在起到秋末至少还有4-5个月，一个月500，5个月就是2000个大钱。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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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来过来，赶紧吃了去生大。正在院子里切猪草的张翠琴好奇地看了他一眼。二嫂啊，你今日很高兴啊？我哪天不高兴？今年雨水好，看来又是个丰收年，为什么要不高兴呢？啊，你知道刚才那姓孙的说了什么话吗？哎，说什么了？潇潇那死丫头不是回来了吗？她没打人？我没听那丫头哭，应该是没打。我见她挺高兴的，就问了她今天怎么这么高兴。你猜她说了什么？王巧云更好奇了。哎，说了什么？张翠琴把孙青梅的话学给了王巧云一听，顿时她一脸被雷击的表情。这孙青梅还学会拐弯了，看来脑子不笨嘛。大嫂，你说她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好事啊？好事？她能遇上好事才怪。要是她能遇上什么好事儿，凭什么我们不能遇到？就在这妯娌两个惊讶之时，到了晚上的时候，陆志轩也被孙青梅的行为给搞迷糊了。潇潇，他今晚发什么疯？竟然做了白米饭！你就当他今天脑子不正常了呗。哥哥，我跟他说了一些事儿，然后他就变成这样了。听了母女俩下午谈的话，陆志轩若有所思地看了蓝潇潇一眼。如果他这样能不找事的话，不如以后我们每个月都进山几天。蓝潇潇很喜欢山谷中那个小木屋，而且那个山谷中特别的美，像个世外桃源。哥哥，是真的吗？陆志轩点点头。是真的。等下场雨我们就进山。哥哥，一言为定。没等到进山，却等来了陆志轩的夫子。云坤啊，就这样荒废了你的学业，这可是大大的不可取啊！今年秋试，你完全可以下场一试。如果银子实在是不凑手，老夫给你垫上吧。多谢先生顾爱。今年就下场的话，弟子把握并不大，还是想放在3年后再试。云坤，你为何不听老夫劝？你现在这样的家庭，更应该走出去。陆志轩知道要出人头地，他必须走出去，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先生抬爱，弟子当真信心不足。一边的周姑娘听了这话，立即拨了话题。陆哥哥，如果你真想3年后再下场的话，那更应该回书院去读书了，要不然3年之后你学的东西都忘记了。周姑娘叫周文云，周夫子最小的女儿，今年11岁。小姑娘虽然年纪不大，可家里日子过得好。11岁的她已经给人一种亭亭玉立的感觉了。蓝潇潇知道这是未来首辅大人的第2个女配。周姑娘提醒，在家我也不会放下书本，努力上进。先生，现在家中条件困难，先生自己家中压力也不小，弟子就不能再给先生增添困难了。这是拒绝。周夫子无奈了，
当了10几年的夫子才遇到一个这么厉害的学生，要是他能继续去他的私塾继续念书，3年之后下场绝对能一试而中。元坤，3年后下场要人作保的话，老夫愿意尽力而为。多谢先生关爱，如有此机会，学生一定前来请先生帮忙。送走了周夫子，陆家人听闻陆志轩拒绝了夫子出银子请他上学之事，顿时有人骂他就是没出息。回到屋里后，蓝潇潇则悄悄地问：哥哥，你不喜欢这个周夫子？陆志轩一怔：你从哪儿看出来的？我也不知道从哪里看出来的，反正我就是觉得哥哥不是太喜欢这个夫子。其实我也不喜欢这个夫子，当然更不喜欢那个周姑娘。小丫头，这又吃醋了吗？陆志轩好笑地摇摇头。他又哪让你讨厌了？因为他喜欢你呀。小萧，以后不许说胡话。哥哥，我可不是胡说，我们都是女孩子，自然明白女孩子的眼神。那周姑娘看你的眼神，可跟我看你的眼神不一样哟。陆志轩拿着书坐在桌前，听了这话，顿时转头。哦，怎么不一样？哥哥，那周姑娘看你的眼神带着欢喜与羞怯，我看你的眼神就只有满满的崇拜。哦，陆志轩非常意外。你崇拜我什么呀？你厉害呀。我哪儿厉害了？哥哥认得很多很多的字，哥哥力气很大很大，哥哥上树很快很快，哥哥的木剑舞得很好很好。这可不是真本事啊！真正有本事的人，能让家人不愁吃喝，不被人欺负，能让宗族以你为荣。故意娇气地拨开头顶的大手。哥哥，别老是把我当孩子来摸，你看看我的头巾都给你弄乱了。噗的一声，首府大人竟然笑出了声。等着下雨进山，这老天好似偏与他作对一样，好几天大晴奔都上来了。这些天陆志轩天天与陆石柱在田间劳作，蓝潇潇就与孙青梅在地里松土拔草。怕吗？有哥哥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有主角罩着，他怕什么呀？从出门到山谷走了大约1个小时。哥哥，可以走啦。过来。不知他要做什么，蓝潇潇赶紧过去，在他的示意下坐在他身边的石头上。哥哥，怎么啦？是不是我的头发这样扎不好？不好吗？可首府大人说不好，那就是不好的。蓝潇潇由着陆志轩在头顶上一阵弄，终于听到他的声音了。好了，去那边水中看看。这水中的大媒婆是他吗？首府大人，您这手艺要出去混，恐怕连饭都混不到啊。好看吧？好看，哥哥手艺真棒。小鱼小鸟，你们别看，我不是来给你们当媒婆的。在陆志轩的眼中，眼前的妹妹就是好看，白白的脸，黑黑的发，配上这红红的月季，就是早晨的太阳。走，我们出发。蓝潇潇正在起身，突然不远处一团白白的毛茸茸的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哥哥，你看那是什么？别动，是只小狐狸，小心它咬你。狐狸？竟然是狐狸！蓝潇潇只从画册上、电视上见过狐狸，现实中他还真没见过。哥哥，好像刚出生没多久呢。哥哥，你快来看，你看它的尾巴好多啊！陆志轩蹲下一看，小狐狸应该是刚出生没几天，这小眼睛还真不太开呢。他心中一跳，竟然还是只九尾狐，而且还是只青面白毛的九尾狐，九尾狐中的极品。走，用刺扎下手指，然后把血滴到这小狐狸的嘴巴里。啊，这是什么操作？蓝潇潇看看这实实在在的青山绿水，心中直觉这里也没有什么玄幻的感觉啊。哥哥，为什么？是不是他太小吃不了食物，所以要吃我的血？不能怪他，这事实在是奇怪。陆志轩并没有回答蓝潇潇的话，在他的记忆中，西离国的公主西离云珠就有这样一只狐狸，不过它不是金面白狐，而是一只普通的九尾狐。它确实太小了，你给它吃上3滴就行了。小宝贝，喝了我的血，从此你就是我的人了。接过陆志轩递过来的刺，蓝潇潇抱着这只半死不活的小家伙坐在石头上，闭着眼一扎，哒哒哒，3滴血顺着小家伙的嘴角流了进去。半刻钟后，小狐狸并未有任何的动静。哥哥，它不会死了吧？陆志轩一伸手，没有，它太小，可能还感知不了这个世界。是吗？真的是小灵物吗？哥哥，你闻闻，这是什么花香？好香呢，有栀子花的味道。陆志轩也闻到了这味道，他脸色一凛，眼光看着蓝潇潇一动也不动。这竟然是只金面香狐，金面九尾狐本已是世间绝品了，那么这丫头突然捡到一只金面九尾香狐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据书上记载，世上难寻其二，这只小家伙你恐怕不能带回家了。哥哥，它太危险了是吗？是不是它会吃人啊？不，它会被人吃。传闻金面九尾香狐的肉让人吃了，人会长生不老。长生不老？难不成这只小狐狸是唐僧肉啊？搞笑。算了，为了避免让它被人吃掉，他就忍痛割爱吧。哥哥，那就养在这里吧。当然他要跑也没办法，只是现在他似乎病了，怎么办啊？陆志轩摇摇头，他不是病了，而是刚出生没几天，饿成这样。
原来是饿晕了，可怜的娃，你娘呢？蓝潇潇抱着他站了起来。哥哥，那他吃什么呀？他娘是不是扔下他私奔了？听说狐狸精很痴情的，他娘会不会追他爹去了？这理由直让陆志轩嘴角抽抽。这个继妹真是那个去了地府就完全转变了的蓝潇潇吗？我去打只野鸡来，你在这等着，他应该会喝野鸡血。哥哥，他醒了。你抬起他的嘴，我给他喂血。小家伙太小，一滴一滴的喂下去已是半个小时后了。今天你就别去了，我去采蘑菇，你在这守着，然后把这只野鸡给炖着吃。好。好多天都没吃鸡汤了，一说到吃，蓝潇潇发现口水就流出来了。不能怪他好吃，实在是这鸟地方穷的蛋疼啊。小狐狸前3天都很少睁眼睛，每天只有喂它鸡血的时候它才会睁眼，像只小猫咪似的，还会舔舔它的手心。可到了第4天，小狐狸竟然开始抢吃的了。哥哥，它是不是长得太快了点啊？会不会是狐狸这种东西就是这样长得快呢？是吗？蓝潇潇养过猫咪，养过小狗，没养过狐狸，而且他也不知道这种金脸白毛的狐狸是什么灵物，只得信了。只是等到第5天的时候，他却再度惊讶了。九宝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你才多大呀，竟然能自食其力了，牛啊！自己这主子有点蠢萌，真当是他运气太差。他们9尾金面族后代世上少之又少，可是谁认的主子不是厉害之力呀？可他的主子呢，只会说些傻傻的话。明明那男主子厉害的很吧，为啥不让他认？天命啊！九宝理都不理念念碎的蓝潇潇，尽自享受着他的食物。突然砰的一声从木盆门口传来，蓝潇潇立即站了起来。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潇潇，我被剧毒的蛇咬了，继续给我放血。如果哥哥出的事，以后就跟着阿生。他这是在交代遗言了吗？不会，他是主角。哥哥，你坚持住，你不会死的，你一定不会死的。良心的东西，刚才跑哪儿去了？九宝，哥哥还没醒呢，我又不懂蛇药，他会不会出事啊？九宝睨了蠢萌的主子一眼，心中是一阵鄙视。被7步赤练蛇咬的人，他还没听说过能活得下去的呢。不过这个男主子可真厉害，他竟然能把毒聚在腿上。蓝潇潇并不知道九宝在鄙视他，只是他看到几枚果子扔在了他身上，顿时一脸惊讶。九宝，他能治蛇毒？万灵赤焰果连个蛇毒都治不了了吗？真不知道要怎么跟着主子说。九宝点点头，然后拿起一枚自己吃了起来。这是你吃还是我吃的呀？哎，算了，反正我也没有办法救人，既然你能吃，肯定也毒不死我们。啊，真香啊！哇，这是不是鲜果的味道啊？娘哎，全是吃遍世界各地的水果，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水果啊！九宝，你这果子从哪摘来的？太好吃了，能不能摘上1篮回来啊？九宝一听，吐血身亡。小狐狸不理他，蓝潇潇又白了他一眼。哥哥，醒醒，快来吃鲜果！可是陆志轩依旧是双目紧闭，根本不应他。于是他一咬牙，把果汁吸进嘴里，然后喂下了陆志轩的肚子。不过6枚果子，九宝吃掉2枚，蓝潇潇给陆志轩喂了2枚后，终于恋恋不舍地把第3枚的果汁也喂了进去。天已经开始黑了，5月的山谷依旧很凉爽，他不敢让陆志轩一个人睡在那外面，于是拿了上回留下来的狗皮褥子盖在他的身上，自己也挨着他睡下。万一半夜冷的时候2个人睡，总是要暖和一点。九宝，你去哪儿了？没良心的东西，你竟然就这样偷跑了，小坏蛋！我知道你在大山里被母老虎捡去当小鲜肉。某崖壁上的山洞里，正在修炼的白色身躯一抖。玉帝，本仙要求换主子。蓝潇潇走进木棚，却发现木棚口的石头上整齐地码着野鸡与野兔。他张了张嘴，天哪，这么热的天没臭掉吗？臭九宝，好在你良心没有全被狗吃。就在蓝潇潇炖上了一锅野鸡蘑菇汤，然后勤劳的像只小蜜蜂时，石头上沉睡了2天2夜的人睁开了眼。陆志轩顺了一遍体内横冲直撞的内力，这2天他如架在火上烤烧，要不是他竭尽全力把这股气息给压抑住，恐怕他已七窍流血而去了。潇潇，听到这叫声，蓝潇潇像只小兔子一样飞奔过去，直接扑在了他身上。陆志轩，你终于醒来了，真好，太好了！看着怀里这小小的身子，想让他下去的话，陆志轩终究没有说出口，手摸上了蓝潇潇的头顶。怎么又没梳头发？我给你的花呢？这是什么节奏？按剧情发展，不应该是抱着他痛哭流泪恭贺他的再生吗？我不会扎。起来，一会儿我给你扎。对了，我睡了多久？2天2夜。陆志轩眼光一闪，你给我吃了什么？说到吃的，蓝潇潇兴奋地说：哥哥，你饿了吧？我炖的小鸡炖蘑菇就快熟了，这2天呢，就那九宝给你摘了几个果子喂你吃了，我知道你肯定饿了。九宝给我摘了果子？是什么样的果子？陆志轩眉心一拧，哥哥你看，
这个就是那果子壳呢，我吃了一个，一天都没觉得饿，觉得这肯定是鲜果，我就把壳晒了起来。看来他没死不是因为蛇毒，而是因为这灵果。拿来给我看看。蓝潇潇觉得陆志轩变得更怪了，拿着个果壳竟然看了快半个小时了。这果壳再好看也没什么看头呀。直到第3天，陆志轩已经是神清气爽，也觉得应该出山了。于是这日一大早就离开了山谷。两人在山里待了10天，孙青梅以为他们被狼吃了，一开口想骂，可当蓝潇潇递上几只腌好的野鸡与野兔时，她的眉头都笑出了花。哎呀，好孩子，你们总算回来了，这些天娘担心的睡都睡不着。这一脸的满足是失眠的表现吗？蓝潇潇抽了抽嘴，野雾把陆家人的眼光给引开了。蓝潇潇与陆志轩背着晒干了的各式蘑菇与木耳进了屋。哥哥，我们明天去镇上吧。第2天大早，两人就出发了。到了村口，陆志轩竟然带着他坐牛车，这待遇可真不一样啊！蓝潇潇心中偷笑了几声。自从他被蛇咬了之后，陆志轩看他的眼神再也不是漠然了。哼哼，陆哥哥呀，陆哥哥，小姐姐我的魅力不可挡吧？坐在牛车上，两人等了一会儿，从村里陆陆续续出来了好几个人。一见他们兄妹，一个个神色不明。陆志轩眼神闪了闪，伸手掏出8个大钱。张叔，这车算我包了，走吧。张顺一愣，哎，不用，他们不坐，一会儿路上也能烧人。别烧了，少拉2个人，牛也轻松些。张顺摇摇头，这人心呐，真是好笑。走吧，坤哥儿，你们那天的事我也听说了，这世上的人还真是有意思。这世间真有鬼的话，那些冤死的人怎么不去掐死那些害他的人啊？牛车少坐了几个，果然快多了。原本半个时辰的路，3刻钟就到了。哟，这不是陆家小哥吗？哎呀，好久不见，这么久怎么不来大娘这儿买包子吃了？陆志轩脸上难得的淡笑。李大娘，我现在不上学堂了，所以难得来。这是我妹妹，我带她来你这里吃早餐。李大娘很热情，也很能讲。这会儿早上买包子的人还不多，立即笑吟吟地说：“哎呀，好个标致的小姑娘，配上这朵花呀，真是人与花一样娇。哎，快来，大娘给你们上碗清汤。”坤，终于看到你来镇上了。子格，你找我有事啊？叫子格的人看着陆志轩牵着一个小姑娘，迟疑了一下。允坤，这位是？子格，这是我妹妹潇潇。潇潇，这是哥哥的朋友曹玉炫，你可以叫他曹哥哥。曹玉炫，这个人竟然是曹玉炫。曹玉炫，字子格，县上曹财主的独子，今年13岁，是陆志轩的同窗与朋友。书中描述这曹玉炫是长相俊美，温文尔雅，加上自小生长在富裕的环境，谦君子，为曹君儿。陆志轩发现蓝潇潇在发呆，他看了他一眼，然后一脸内疚地说：“子格，她还小了点，可能是害羞了。”哈，是你的妹妹，也是我的妹妹，没关系。今天我也是来碰碰运气，想知道能不能碰到你。有事？有事情，想请允坤兄陪我进府城一趟。什么时候？越快越好。那在下得把舍妹先送回去，可否等我一日？不妨。先去布坊买了2块深色的褐布，陆志轩又去了干净斋买了1斤红枣糕，1斤绿豆糕，然后还买了1份半斤绿豆糕和半斤瓜子，这才带着他往回走。潇潇，哥哥恐怕要去几天了，等哥哥从府城回来的时候，给你买精米与精面，这个吃的大份的，你藏哥哥房间里，饿了就拿来吃，这份小的给庆奶奶，有事你就去找她。不知道为什么蓝潇潇不想他去。哥哥，你是要与那曹公子出门吗？哥哥，你不要跟他走太近。陆志轩一震，你说什么？哥哥，我不喜欢这个曹哥哥，一个男孩子长得比女孩子还好看，我就是不喜欢。我家潇潇才是第一美人，她再漂亮也是个男人。他是个男人我知道啊，可我就怕你被掰弯。虽然弯了也没什么，但是好似这个世界不太能容这种男之爱吧。郁闷地回到村里，先去了庆奶奶家。庆奶奶一听他要出门，立即说要是潇潇同意的话，可住在他那儿去，可以和燕子作伴。可蓝潇潇不喜欢与一个小姑娘在一块玩，再说孙青梅知道他与陆志轩走得太近的话，恐怕又要出妖了，拒绝了老人的好意。回到家却没想到才到家门口，却发现院子里竟然站了一堆的人。哎，回来了！哎，你们自己问吧。说话的人正是庆奶奶的妯娌陈桂花，她口水纷飞，差点是喷到人脸上。蓝潇潇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还没等她开口问，陆志轩一把她拉到了身后。有什么事需要问我兄妹？妹妹还小，她什么都不知道，问我吧。哎，坤哥，你还真是好兄长呢，就是不知这妹妹是谁生的呢？王巧云怪声怪气的话让蓝潇潇浑身起鸡皮疙瘩。
这个变态的女人是不是因为陆十良几天没给她送公鱼粮，所以就变态了？这个无需大伯娘提醒。芝芝是我的妹妹，笑笑一样是我的妹妹。这么多人堵在我家院子里，可否说说是何意？坤哥，这几个人非说你们这几天去了阴鸾山，而且你们肯定是被鬼吃了。现在你们是鬼附身而已，我与你爹怎么说都没用。哎呀，你快与他们说一下。说罢，孙青梅的手愤然地指向了陈桂花几个。春花娘一见陆志轩拉脸，立即跟上。哎呦，孙氏啊，这可不是我们说说的。这么多天，两个孩子突然从山上跑出来，不是去了那鬼山，还是去了哪儿啊？去了鬼山呢，能不能被鬼缠上啊？陆志轩先掏出钱袋子，交给了孙青梅。石明婶子想知道我们去哪儿了是吗？我与妹妹确实是去了山上，这些天采了些野菜，捉了些野物。今天早上送去了镇上，这袋子里321个大钱，就是用他们换来的。只是我们去的是明阳山。一听袋子里竟然有300多个大钱，顿时妇人们眼中露出了贪婪。王巧云更加生气了。哥，别担心，让他们跟着好了。跟来的有王巧云带着陆志浩与水仙，陈桂花的男人带着2个儿子，春花娘带着儿子土豆，他们都按要求带了山上要用的东西。开始大伙儿心情很好，今日要不是就能赚到钱，要不就是能揭穿这2兄妹的谎言，不管哪一个都让人兴奋。娘，我脚好疼，我爬不上去了。陈桂花的小儿子张翔一听，爹，我不去了，太远了。土豆虽然14岁了，可吃苦的精神不足。娘，深山里真的有野菜吗？春花娘觉得陆志轩是故意带众人乱走了，于是问：坤哥儿，你该不会故意带我们满山转吧？陆志轩看了他一眼，婶子不会认为这前山有好东西，还等着你来捡吧？往山上走，大约还有半个时辰的路，要不要去随你们？春花娘看看王巧云，见他点头，便一咬牙：先休息会儿，反正今日也不下山，歇口气儿，喝口水再走。蓝潇潇翻了个白眼，懒得理他们，因为他心里有事。什么事呢？哥哥，你是想把他们吓回去吗？现在就把他们吓回去，早了点儿。你别管，哥哥自有主张。蓝潇潇的乖巧让陆志轩非常满意，又摸出一块枣糕，吃了它。哥哥，你一半我一半。这是孩子吃的东西啊，我不吃。蓝潇潇笑语如花。哥哥也没成年啊。我是男孩子。三哥也是男孩子，他可比我馋。三哥是指陆志浩，那吃货是绝对的好吃。我不是他，你吃吧，莫让他们看见就好了。好吧，一会儿让那对兄妹看见了，他们篓子里的东西可都保不住了。2刻钟后，大家继续上路。果然，路是越来越难走了。王巧云骂骂咧咧说陆志轩是故意带他们走这么远的地方，就是为了让他们知难而退。可骂归骂，还是要揭穿这兄妹阴谋的先占了上风。这山洞很大，前后都通，前不久我们住过，里面没什么危险。不过呢，后山洞下是悬崖，大家莫过去了。你们各自找地方安置，今天我们就不出去了，大伙儿好好休息，明天再开始采野菜、打野物。坤哥儿，你会打猎？陆志轩摇头，不会。不会。张长明傻眼，那上回你拿回去的野鸡、野兔是从哪儿来的？装陷阱。众人对装陷阱都非常有兴趣，于是嚷着陆志轩装给他们看。看到这个陷阱吗？这个是我上次离开的时候装的，你们看，里面真有只野兔呢。突然一阵恶臭传来，众人立即跑了。野兔已经变成野臭了。说好了第2天开始做陷阱，于是一个个怕那臭气，再也不肯进那林子了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蜘蛛！天哪，比拳头还大的蜘蛛！不用怕，这种蜘蛛不咬人的，您别去惹它就是了。大伙儿把自己睡觉的地方弄干净些，我给大伙儿都撒了石灰，蛇蚁不会来。对了，那边有艾草点了吧？晚上蚊子会少些。什么？除了比拳头还大的蜘蛛，还有别的？水仙哭了。二哥，还有蛇蚁吗？陆志轩点头。有，山里没什么没有的。明天大家进林子还要注意山蚂蟥，那东西比手指头还粗，你们一定要抹上药，要不然被咬上了就麻烦了。比手指头还粗的山蚂蟥，砰的一声，水仙吓晕倒了。就在这时，张磊叫了起来：爹，你看那蚊子！这个晚上几乎没有人睡，山洞里常年阴凉，蚊虫飞舞，不仅吵人，更加咬人。天一亮，众人立即收拾家伙往山下逃。看着消失的人群，蓝潇潇抬头看了一眼陆志轩：哥哥，我们不走吗？收拾好东西，哥哥带你去见一个人。走了大约是1个时辰，终于站在了山上的某处高点上。哥哥，这是哪儿啊？榴花港。这里竟然是榴花港，
书中说陆志轩有一个秘密基地，那里有一群人是他的死忠，为首的一个人叫李流男子，竟然是这里。云坤，师傅。男子大约50余岁，历经风霜的脸上一脸的络腮胡子，浓厚的眉，直挺的鼻，无一处不显着北方男子的特征。云坤，这位是？陆志轩立即拉了蓝潇潇一把。潇潇，赶紧叫李伯伯。师傅，这是我的继妹潇潇。李伯伯好。一听继妹二字，李流眼光闪了闪。好好好，快进来。蓝潇潇正要抬步，院内又跑出来人，声音中带着惊喜。师弟，你来了。陆志轩一拱手。师姐，进来还好吗？潇潇，这是哥哥的师姐，你叫她玉茹姐姐吧。李玉茹，未来女配之首，静柔莲，实则反王惠亲王的亲女，今年14岁。潇潇，你怎么不叫人呢？正在发愣的蓝潇潇被陆志轩扯得回过神来。哥哥，玉茹姐姐长得太好看了。这小丫头，怪不得你喜欢，我也喜欢。来来，进屋，进屋。潇潇妹妹，快快进来，姐姐刚才从山上摘了水蜜桃回来，正好吃呢。水蜜桃果然很甜，可这李玉茹的笑脸更甜，特别是换着这师弟二字，那种甜甜到了心头。好吃吗？哥哥，你咬一口就知道啦。或许是他实在是太乖巧了，陆志轩竟然真是咬了一口，一股清甜窜入唇齿之间。确实好吃。下山的时候，哥哥给你摘一筐带回去。哎，别摘多，挺重的，又留不了多久。给阿生爷带10个，给七奶奶带10个。算了，再给那2人也带几个，我自己也带几个。哎呀，这一算还不少呢。不怕，到时候请个叔叔把他送到山下，而且这里离村子里不远。哥哥，这个李伯伯是你的师傅吗？陆志轩点点头。李伯伯与哥哥有一点奇遇，然后他欣赏我的文采，我崇拜他的武艺，于是结成了师徒，如今已3年整了。天哪，3年前他不过一个10岁的娃。好好好，虽然内力还不足，但是这份狠劲够了。云坤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与对手过招，如果不够狠，死的就有可能是你。师傅教训的是啊，如若你早生20年，王爷的手下有你，恐怕也不会这么鲁莽起事了。师傅高看徒弟了。有没有高看，李流自己心里清楚。当年他差点被人认出，是这个少年设计救了他。他不认得他，只是说看不惯那个人不讲理，于是出手相救。可他并不知道，他这一出手，他不仅保了自己的性命，还保了这一大岗子老少的性命。只要他一出事，这帮人肯定会去劫狱。伸手拍了拍弟子的肩膀。云坤啊，你是个成大事的人，我们这帮人如今不容于世，只能屈居于这山野苟且偷生。你有这个能力，也有这个条件，好好干吧，以后我们都跟着你。师傅，未来的事谁也不知道，姓氏名谁并不重要，让自己不枉活一世才最重要。有朝一日，等弟子有了能力，我定让大家重见天日。成败只是一字之差，想到家中的父母妻儿，李流很想去找找。云坤，师父相信你。师徒俩谈完，李玉茹走了出来。师弟，你想带我爹去投这个皇帝吗？他是我的杀父仇人。师姐，官家无亲情，你比我懂。为了这个位子，你爹又杀了多少人，你知道吗？不可能。陆志轩淡淡一笑。你知道你娘是谁的妻子吗？李玉茹不解。什么意思？你亲娘本是当今圣上青梅竹马的恋人，是你爹设计毁了她的清白，强娶了她。不可能。陆志轩知道他不会相信，因为这件事过去太久，除了当今皇上和一些旧臣知道外，已经没人记起了。上一世他也是听齐王说起，因为他认出了李玉茹，她与惠亲王妃长得太像了。师姐，是不是真相我也不能肯定，但是我却知道这官家之间无兄弟之情，为了那个位子，可以你杀我子，我抢你妻，历朝历代都这样。你可还记得先祖那杀了他的兄长登上帝位后，就是把他兄长后宫那位桂美人夜夜宠。李玉茹沉默了，陆志轩更不再多说。世间事就是如此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在官家哪来的什么你对我错呀？日子过得很快，因为山下双抢就快来了，他们得回去了。第6天一早，10余人背着满满的山货从北边的小路下了山。酒楼掌柜因为天热冷菜热销而发愁，可看到这10几只大背篓全是他想要的蘑菇干、木耳干，还有一大堆的野物时，他欢喜地拉着陆志轩的手。陆家哥，你真是我的救星啊！县上的酒楼全靠这冷菜支撑，你来得太及时了。小二，赶紧点货。10几篓干货全部是上等好货，掌柜的是个精明人，他给的价钱也是极好的。哇，你是特意要把他们引荐给掌柜的是不是？以前不知道这各式山货可是，山中最不少的就是这些。这酒楼在县里有2家比较大的，别人没有的东西他有，而货源只有我们有。这样的话，岗子上又多了一项进项。山里的日子真好过，以后我要去山里生活。那不行，山里日子看似好过，其实不容易。柴米油盐在山中只有柴火不愁，
其余的都丑。突然，蓝潇潇眼珠一转，哥哥，明年我们把红薯种在岗子上吧，那个不怕阴不怕旱。这话一落，陆志轩牵着他的手紧了。温青梅是只要有吃有拿，他就什么都不管。半个月后，哥哥，我们去采蘑菇吧，家里好累，真不想过了。再忍忍，等哥出息了，永远不会让你受苦了。忍？哥哥，等你出息了得好多年，到时候恐怕我已经累死了。人为什么非得要种地啊？我不想种田啊！我想赚大钱，我想吃好吃的，我想当地主婆。噗的一声，陆志轩笑了，伸手摸着蓝潇潇的头顶。相信哥哥，以后我们不种地，专当土老财与地主婆，而且这时间不会太久。真的不会太久吗？陆志轩，我能相信你吗？哥哥，我怕等你一走，他们会卖了我。不，我会带你一起走。蓝潇潇心中砰砰直跳，她有点不相信，有孙青梅这个亲娘在，她能带得走自己吗？哥哥，你说只要你离开这里，真的会带着我？你不是说了吗？哥哥走到哪儿，你跟到哪儿。你会洗衣，你会做饭，你会给我赚银子吗？要是我不带你，这衣谁洗？这饭谁做？这银子谁赚呢？哥哥，万一他们不同意呢？这话一出，陆志轩双眼一冷，到时候恐怕由不得他们。好了，现在我们不说这些，明天我先去趟镇上买些吃的，后天我们去进山。蓝蓝的天空，清清的湖水，绿绿的草原，呼，这是我的家哟。等陆志轩拿着他的新衣服出来的时候，听到他这不成调的歌声，微笑着在水洼后面的石头上坐下了。真不知道他来自何方，竟然如此的精灵古怪。不过不管他来自何方，他都是他的妹妹，而且他的年纪都应该也不大。潇潇，别泡太久了，这山里的水太冷，小心生病。哥哥，我马上就起来了。哥哥把新衣放在石头上，自己拿着换。穿新衣？哥哥，一会儿我们还得进林子里呢，新衣晚上穿吧。不进了，今天下午肯定有雨。哎呀，哥哥，首府妈妈您辛苦了。陆志轩的眼光非常好，粉粉的碎花衣配上蓝潇潇粉粉的脸，她成了个粉娃娃。看到洗去脸上泥土的蓝潇潇，陆志轩真心的点头。妹妹真好看。哇，这眼光怎么越看越是长辈看小辈呀？陆爸爸耶，你想娶媳妇了吗？比玉茹姐姐还好看。话一落，陆志轩脸上有点发烧了。你说什么呢？在哥哥的心中，你才是个第一美人。哥哥，那我算第一美人，玉茹姐姐算第二美人，好不好？玉茹姐姐比我们村子里的人都好看，你想娶她当媳妇儿吗？不过这么美的姐姐当媳妇儿，肯定要更多的聘礼吧？哥哥，你问问她要多少聘礼，我算算多久才能置办得起。胡说什么呢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娶她当媳妇儿了？以后见着她可不许胡说，要不然让人误会了。哎，这首府大人不是真心喜欢那李玉茹啊？可书中提到，李玉茹为了帮助陆志轩，不惜改名换姓，到京城最大的花楼当花魁，打着卖艺不卖身的旗号，在那妓院里可是待了好几年呀。我没有胡说呀，玉茹姐姐很喜欢哥哥，她看哥哥的眼神就跟杏花看你的眼神一样，别以为我人小看不懂。不过说来说去，要是两人相比，我更喜欢玉茹姐姐当我嫂子，她多温柔体贴啊。李玉茹温柔体贴吗？如果不是重生一世梳理过前世之世事，以她这13岁的年纪来说，那李玉茹确实是温柔体贴。想着前世的种种，这一世她得好好丝绸未来之事，太子、楚王、齐王，她得再重新了解一下，绝对不能再走错一步。如今她可不是一个人。陆志轩看着眼前稚气的脸庞，长长呼了口气。潇潇，他们两个我谁也不会娶。哥哥，那你准备娶谁啊？谁也不娶。你打光棍儿？你知道什么叫光棍儿？走，哥哥带你去那边摘梨子吃，那边有一束枣梨，味道很好。梨子的味道真当好，梨儿不大，却是甜中带脆。当蓝潇潇躺在大石头上享受着这真正的绿色野梨的时候，一场大雨倾盆。哥哥，你真牛，说下雨就下雨。木棚中，陆志轩靠在墙壁上，手中拿着一本曹玉炫给他搜来的兵法孤本，正看着。闻言，他抬头笑笑：“这算什么本事？年长一些的人，基本上都能看云识天气，要不然的话，怎么有人会说看日子上山呢？”好吧，你们一个个都是天文学家，就我傻妞一个。陆志轩看书，蓝潇潇实在睡了吃，吃了睡太无聊，于是重新开始读书识字。从此，这种日子就成了日常。哥哥，你给我讲讲外面的世界行不？白天睡多了，晚上实在睡不着。蓝潇潇看着木棚顶，推了推一边也没睡着的陆志轩。外面的世界，哥哥哪知道？书中不是有吗？书中连黄金屋和美人都有，能没有别的？明明是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到了他嘴里，书中有黄金屋与美人。陆志轩抽牙。那你想听什么呢？讲讲我们国家有多大，国况如何，谁当皇帝，朝中稳不稳，边境太不太平，还有国力如何，百姓生活是不是都跟我们村里人一样穷？反正你讲什么都行。你以前读过很多书吧？蓝潇潇心一惊。哥哥，我不知道你说什么。我没说什么，只知道你不是蓝潇潇。不要说你是，你也只是借了他的身体而已。啥？蓝潇潇吓得呼的一下坐了起来。陆志轩，我不是鬼，真的，我有影子的。呼的一声，陆志轩笑了，一把拉他睡下。世上哪来什么鬼不鬼的？要是鬼，还能见太阳？哥，你不怕我吗？陆志轩伸出胳膊给蓝潇潇枕着，
高高挑起嘴角，看着彭鼎。我为何要怕你？难道你会吃了我吗？我又不是僵尸，怎么会吃人啊？嘴角挑起，陆志轩笑了。想听哥哥说这个世界可以，那你先说说你的世界。他的世界太大了，他要从哪说起呢？想了想，蓝潇潇开了口。我的世界很太平，在我所知中，国内有60几年已经没有发生过动乱了，而且我们那么男女平等，都要上学，都要工作，人家都不要吃肉，要吃自己种的蔬菜。还有一个人只要有钱有身份证，可以走遍天下。代替双脚的有自行车、电瓶车、汽车、火车、轮船与飞机。我3岁读书，读了10来年。他的世界那么先进发达吗？那世界的人连肉都吃厌了，那生活得多好啊！讲着讲着，蓝潇潇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。他是睡着了，可有人睡不着了，侧过脸。睡吧，这个世界虽然没有你的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和亲人，可有我这个哥哥，一定会让你幸福的。秋叶落下的时候，蓝潇潇的洗衣液出摊了。他过滤好之后，先给陆志轩洗了个头。哥哥，这东西别卖了，香的不行。越香越要卖，放在家里我们肯定用不上几回。这样吧，留下一点点，我们悄悄用，其余的我拿去县里。那多买点红糖与坛子回来，这会儿山里有野果子，我们去那边多做些。陆志轩想了想，去莲花港做吧。一句话就决定了。陆志轩借着要出门走镖走了，3天之后带回了340文钱与1小瓶洗发液。这东西欢喜的孙青梅大方了许多，再也不骂人了。蓝潇潇与陆志轩去了山边挖红薯，这肥下的足，每株红薯一挖一串。哥哥，我觉得这红薯变了种，现在烤几只来试试。哭什么哭啊？未来哥哥给你买尽天下美味。买尽天下美味？天哪，这是未来首府在给他承诺吗？嘚儿里个酱，嘚儿里个酱，果然是当妹妹待遇优厚啊。庆奶奶家与阿生爷家的红薯虽然也变成了红星薯，可这软弱香甜的程度是远远比不得这片荒地上的好滋味。在阿生爷家，他把红薯的各式吃法都秀出来了，喜得2位老人决定明年杂粮地全部种红薯。阿生爷，你今年这里有2000来斤，不如去镇上卖几天。小丫头啊，这东西适合老人吃，不卖了。就是因为适合老人吃，所以更要去卖啊！明年我们专门卖红薯秧苗，赚一番。庆奶奶知道这个计划，于是这2家一合计，3天后的镇上赶集之日。快来看啊，快来尝啊！正宗的西里糯米红星薯啊！1文钱尝遍做法。烧红薯、蒸红薯、红薯做的米果、红薯片、糖红薯，虽然每一样只有一点点，可1文钱能尝遍，顿时吸引了一大串排队的人。庆奶奶与阿生爷家的生奶奶2人看到2丫头这么活泼，顿时相视一笑。哎呦，这丫头呀，本质真好。生奶奶点头，这孙氏真是好福气呀。说到孙青梅，庆奶奶的笑容淡了下来。以后有空的话呀，让这丫头多去你家，你家老头子识字懂道理，只要不让那孙氏引歪的话，肯定有出息。生奶奶笑笑，哎呀，别担心，有坤哥那孩子在，又在教他识字，以后呀肯定不会学坏。那就好。2老人说着话，手头上的活并没有停止，一小盘子一小盘子分着几种食物，很快的就发现盒子里的大钱堆了起来。这种子得多少银子？不会太贵吧？这1亩水稻的种子得值300-400钱，种1亩红薯给50钱的秧苗钱。如果觉得合适呀，就早早来定。同样，阿生爷家也是一样的热闹，因为他在村里的地位，下定的人更多。哎呀，丫头，到时候能出这么多秧苗吗？那荒地边上还有很多地方能开垦出来，到明年春我们全部去挖出来，我估摸着能挖出1亩好几分来。这1根红薯藤能结出几节来，而且割了再长，我想应该这点地还不够用呢。也是，别人不清楚，可庆奶奶清楚。嗨，你说这阿生从哪儿弄来的种子呀？西里才有的农作物，他从哪儿弄来的？要不我们也去弄点来？你认识西里人吗？那阿生爷怎么认的？人家是郎中，他救得了人，你救得了吗？他不是说了吧，上年他去山上采药救了1个人，这东西啊，就是那人当医药费给他的，你会治病吧？也在这时，陆家孙青梅脸色不愉，怎么好事全落在这2个老家伙身上？潇潇呀，那死小子不是与那老头关系很好吗？为什么不提点一下我们家？财帛动人心，定1亩地的红薯秧下10文钱的定金，大伙都说这2家人一家至少收了10两银子的定金。娘，你可以想想，要是你有这么好的赚钱路子，你会告诉别人吗？可他不是告诉了长庆婆子？那是因为阿生爷家没有劳动力，而且庆奶奶家的2个叔叔老实本分，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是本姓啊。不行，这事儿呀，你们得放在心上。明年我们也要学着卖红薯秧。娘的意思，去给我偷学来。
偷学？这女人不傻呀，只是她能偷学，别人就不会偷学吗？行，冬去春又来，转眼蓝潇潇到了这个世界马上3年了。哥哥，这几天天晴，我们就把那块地给翻过来，今年可以早点下种薯秧，多送些去榴花港好了。小脸看起来蜡黄，那是因为榴花港上的老张头给他弄了一瓶易容膏。陆志轩已是16岁的少年了，个头已经比3年前高出了1个头。看着这双灵动的双眸，他眉心拧了拧。别老眨眼，万一让那死东西起腥了，就麻烦了。哥哥，老张头还能配这眼药水啊？不知道，我去问问。哪天你去，我也去。陆志轩摇头，不行，现在我们要少进山，等天气热一些再去。俩兄妹正说着上山的事，砰的一声，门被踢开了。孙青梅一脸凶残的模样跑了进来。坤哥，你老实给我说，那山边种红薯的地是不是你的？是不是我的，与你有关吗？你说什么？死崽子，你再说一声！吃里扒外的家伙，竟然瞒着我私自发财！今日我不让你老子收拾你，我就不姓孙！要真是哥哥的地，他还能瞒着家里？我们每一次赚的钱，哪一次少交了？这2年，你看我们像是有钱的样子吗？啪的一声，话才落下，蓝潇潇脸上就被甩了一巴掌，顿时脸上火辣辣的烧了起来。你这臭东西，要不是你越长越丑，你娘我会为了几个大钱心机吗？养你这么大，却长成这个丑样子，你硬生生的把我100两银子给抢没了，竟然敢说你娘我受人挑拨，我有你这么蠢吗？我打死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！说罢，孙青梅又是几个大嘴巴子甩了过去。就在蓝潇潇被打懵了的时候，正想恨不得把孙青梅给剁了的时候，却听从屋子里出来的陆志轩拳头上布满了青筋。这一下他是真吓着了。陆志轩今年就要去参加科举考试了，要是他留下了殴打继母的名声，这推荐一关都过不了。这个孙青梅可不是个能忍的人，只要动了他1根指头，恐怕全县的人都会知道他打长辈。别！蓝潇潇扑进了陆志轩的怀里，死死地搂住他，不让他动手。陆志轩全身僵硬，低头看着那双大眼中的请求，他的骨头都在啸叫。就在这时，陆石柱进来了。这又怎么了？好端端的教育孩子干嘛？这2年陆石柱觉得日子过得不错，儿女1年能赚几两银子回来，这可是村子里没人家的儿女能做得到的。虽然这小妓女长得没有以前水灵了，黑不黑的陆石柱一点都不觉得重要，灯一关谁不黑？重要的是这身子绝对紧绷。陆石柱色眯眯的眼神根本没收敛，这眼神看在陆志轩的眼中，顿时他全身绷得更紧了。这个老色棒，他竟然还敢打潇潇的主意，他这是找死！陆志轩眼中的杀意骤升，那只搂着蓝潇潇的手几乎差点把他搂得没气了。哥哥，不要！蓝潇潇看不到陆石柱眼中的意淫，此时他的心中真的害怕陆志轩爆发，毕竟他才16岁。当家的，你说说，山边那块地那么大，而且这2年一直种红薯秧，这得多少银子呀？你知道吗？啊！陆石柱不敢相信。坤哥儿，你娘说的是真是假？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听到了这些事情，就开始回来发疯的。这地是不是我的？村长那里能不知道吗？这话一落，陆石柱张着嘴。是呀，梅儿，你从哪儿听说这地是坤哥儿的？孙青梅到了这一会儿，终于知道他上当了。是水仙回来与大嫂说的，水仙是在张家听到的，她不是与陈桂兰家的2姑娘玩得好吗？这事儿呀，是她家姑娘说的。陆石柱眉心一拧，二丫怎么会知道这些？胡说的吧？说是燕子说的呢，是戚奶奶家的燕子说的。蓝潇潇心中也一跳，难不成戚奶奶说漏了嘴，然后孩子听到了就无心说出去了？还痛吗？要说这孙青梅是真狠，要不是她脸上皮肤黑看不太出来，蓝潇潇知道铁定是红成了兔子屁股。疼，哥哥，我会不会毁容啊？不会，哥哥那里有药，你拿着，我去拿药。一行人到了门口，却发现不见这兄妹俩，孙青梅又跑了回来，破口大骂：不是说去对症吗？是不是心虚？陆志轩拿着个药盒子出来，仿佛当孙青梅在狗叫，径自走到了蓝潇潇面前，打开药盒，细细的给她涂抹起来。顿时一股淡淡的草药味在她的鼻尖漂浮，一种清凉的感觉在脸上传来。涂好药，陆志轩才拉着蓝潇潇出了门。只是当门外人看着他这一脸的草药时，一个个像见了鬼似的离得他远远的。见过丑的，没见过这样丑的。孙青梅更是觉得恶心，明明她是娇美如花，却生了个比鬼还丑的女儿，她觉得无脸见人了。你们有什么事？孙青梅一脸讨好。杏花，我们找你爹有点事儿，他在吗？杏花不喜欢孙青梅，因为她爹总是色眯眯地盯着这个女人，而且这女人还会给她爹抛媚眼。不在。可就在这时，门内冲出一个声音：爹在屋里。杏花见自己这傻大哥冲出来，一脸的嫌弃：滚远点！你这个傻子，你知道个什么？爹娘，妹妹骂我。
张磊这一哭，立即把张富贵夫妻引了出来。柳桂兰看着长子这一脸的眼泪鼻涕，狠狠地瞪了杏花一眼。你跟他闹什么闹呀？他傻的你也傻的吗？见到陆家众人，张富贵是一脸的惊讶。你们这是？哎呀，村长，有件事我想来问问你，就是那片鬼林子后面的荒地，我大嫂说是坤哥开出来的，是不是真的呀？一听这话，张富贵立即摇头。哪里是？那是阿生叔家的，他家实在没地种红薯，去年来买的这块地。你听谁说这地是坤哥的？听到村长一口否定，孙青梅狠狠地瞪了王巧云一眼。还有谁？不就是这些红眼病呗？看到我家坤哥听话能干，就想着到处挑事生非。大嫂，这下清楚了吧？我有什么清楚不清楚的？我只不过是好心提醒你，怕两个孩子手里拿着大钱做坏事。你倒好，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了。两人开始狗咬狗。陆志轩带着蓝潇潇连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哥哥，你真厉害！是因为看清了人性？因为看得清，所以想得明。哥哥，你就那么信任阿生爷吗？为何不信？阿生爷一生大义，如今两老无一后代，他霸占这点地做什么呢？哥哥，你准备给阿生爷养老送终吗？你不愿意？你给两个老人养老送终，与我何干啊？哥哥是怕你养不活他们，所以要我帮忙是吗？这话一落，陆志轩一头黑。这丫头明明长大了，为何脑子却不长？他帮忙？我们是一家人，不叫帮忙，叫齐心协力。蓝潇潇一听，张着嘴。哥哥，你是不是准备把我养成老姑娘不嫁人了吧？阿生爷与阿生奶奶今年也就50几，至少还得再活20年吧。那要等他们寿终正寝，我再嫁的话，老成那样了，谁还要啊？不行，等那么大了，我肯定嫁不出去了。那就别嫁。哥，那不行，到时候你有妻有子，我一个老姑娘也太凄凉了。算了，你给我找个有钱的人家嫁了，然后我出银子行不？我不成亲。啊？这样更不行，哥哥当老光棍，妹妹当老姑娘，别人还认为我们兄妹脑子有病呢。是吗？陆志轩没想过这事，前一世他没找过妹妹，而且他大仇未报，根本不考虑成亲的事。你还小，等几年再说吧。好吧，他才11岁，确实是还小。不过他得时时提醒他，她是亲妹妹，不当情妹妹。当家的，我看这丫头呀也能做事儿了。她这样长下去，恐怕越长越不值银子呢。要不哪天去镇上找个牙婆，能卖个10两银子也行啊。10两银子够什么用啊？他与那小子一年也能给你赚个3、4两，10两卖了多可惜啊！不卖。一波平息就是2月初，这一日，两兄妹与阿生爷一块儿把林子里那块地翻了。这块地是个宝，这2年越翻越大，整整2天才翻完。回到家，陆志轩把80个大钱往桌子上一扔，孙青梅便二话不说了。看着陆志轩高挑的背影，想着陆石柱说的话，他眼珠子一转。死小子，既然你这么听这个丫头的话，那你就一辈子听她的话好了。当家的，你说这坤哥也有16了，要不把潇潇给了他？陆石柱一听跳了起来。你说什么呢？他们虽然不是亲兄妹，可笑笑去年刚写进族谱，你说把他给了坤哥，这可是违背伦理的事。哎呀，反正他们又不是亲兄妹，只要把潇潇的名字呀从族谱上先除了，再成亲又有什么不可？那小子说了，他的亲事不许我们做主，当年可是答应了的，现在去与他说，恐怕他不会愿意的。笑笑这模样，当妹妹他在乎，可当媳妇儿恐怕他看不上。你说我长得这么好，明明他小时候也长得细皮嫩瘦的，可为什么这2年长成了这样？也真是气死我了！要不是他还能牵住那小子，我早把他卖出去当粗使丫头了。别想东想西了，当初死丫头至多也不过是5两银子，能比得了他在家牵住这死小子？反正他还小，等过2年再说。过2年，孙青梅哪不知道身边这男人的心思？那死丫头是长得黑暗了些，可万一身子长起来了，至少是个姑娘身子呢。不行，他得好好思量思量，这2年得把她定出去。笑笑啊，你快来，春花死了啊！春花死了？春花跟去县太爷家快3年，这3年菊花回来不过3回，她倒是1次都没回来过，怎么突然就死了呢？按剧情走，不应该是菊花死吗？难不成春花代替她死了？两人正要跑，杏奶奶听到这事儿急了：“丫头，不要去！”燕子不解：“啊，奶奶，别人都去看了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去？”对啊，七奶奶，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去呢？我看村子里好多人都往那边跑呢。哎，等会儿，等奶奶给你们俩身上晒些香炉灰再去。我的儿啊，是谁杀了你啊？等蓝潇潇与燕子跑回村头的时候，春花娘哭倒在地，撕心绝肺，而春花躺在一块木板上，脸色铁青，嘴唇乌黑。春花签订的不是10年长契，她死了得送回来，这是规矩。好了，别哭了，春花姑娘是得了重病死的，我家老人仁慈，才让我们送回来，10两银子已经给了，
就别再纠缠了，把人好好的安葬了吧。10两银子。春花娘一听这话都忘记哭了。这位大哥，什么10两银子？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懂。我说这位大哥，你家老爷赏的10两银子在哪儿啊？哦，是菊花姨娘的娘拿去了。这病死的人我们不敢抬进村，所以让她去叫你们了呀。什么？好你个王巧玉，我跟你没完！这事儿我可不管呢，反正银子我给了，他不给你，那你去找他呀。天色不早了，我们还得赶回县城去呢。孩子他爹，你们把这2个丫头放在那边，我去陆家。哎，你等等，我们一块儿去。这孩子先放在这边，反正没人捡。说罢，父子2个把人抬到一边的田间树下，然后一家人急匆匆地往陆家去了，根本是忘记了这个刚死的女儿。潇潇，你觉得这个春花怪吗？死人可没什么好看的，还不如去看看春花娘与王巧云这对好姐妹翻脸呢。众人立即往陆家涌去，蓝潇潇与燕子也不例外。哪里怪？你看出了什么？是不是那县太爷家吃的太好啊？你看春花跟菊花一样长得这么快，哎，你感觉没？春花可比你高多了。我也不矮呀，虽然达不到1.6米，可也快1.5米了吧。等蓝潇潇到了家时，陆家的院门口已经被围着水泄不通，唯有春花娘鬼哭狼嚎的叫骂声。挤不进去，也不知道院子里的战况。燕子使命往人群里钻，蓝潇潇一把拉住她，跟我来。别过去。院内已经是乱成了一团，春花娘扯着王巧云狡辩说她没收银子。蓝潇潇对王巧云这种死不要脸的行为万分不耻，她瞄到了一边春花的7岁的弟弟狗蛋，压低声音在燕子耳边：你让他去告诉他爹，这王巧云敢不吐出银子，让他把春花直接抱到他家床上去。燕子双眼一亮，悄悄的就钻了进去。不过一会儿，春花爹吼着：好，孩子他娘，他不交出银子没事，我这就把春花抱进他的屋，睡他的床，等他臭在他们家。这一吼，整个陆家震动了，王巧云像只鬼一样的狼狈。你敢？你可以试试，看我敢与不敢。明天我们再去县太爷家，问问这银子到底给了谁。哎呀，老大家的，你赶紧把银子掏给他，那可是个枉死鬼，你要让他把人给抱进来，我跟你没完啊！哎呀，大嫂，这可不行啊，海棠才2岁，他可经不得下呀。我没拿，我给他什么呀？你骗鬼啊！为了银子，你连老陆家的都不要了是不是？紧的，再啰嗦，我抽死你！哥哥，我告诉你一件事，县太爷家有问题。潇潇，记住，在你没有本事为人出头之前，一定什么都不能想。这话一落，蓝潇潇心中一惊，难不成他早就知道？这个首府大人太神奇了。日子在悄悄地划过，卖掉最后一批红薯苗，山边的地种下红薯后，已是3月中了。会是谁呢？在这个家里，最喜欢盯着他的人，除了陆石柱之外，就是陆志浩。这2个人渣都是极恶心之人。爹，你要洗澡是吗？潇潇在洗澡吗？爹以为没人洗澡呢。你洗好了吗？刚才的眼睛是他。蓝潇潇忍住恶心。我本想洗澡，发现有点冷，准备洗洗脚算了。要洗澡，那水就留给爹，我回屋啦。别，你怕冷的话，爹去给你拿你娘的大木桶来，多加点热水就不会冷了。你等着，爹去拿来。说罢，也不管蓝潇潇答应不答应，人已经跑了。哥，你在吗？出了什么事了？蓝潇潇心中扑通扑通的跳着。哥哥，他都看我洗澡。谁？陆志轩的脸上顿时杀气腾腾。还有谁呢？就是那只老畜生。就在这时，陆石柱的声音在屋传下传来：潇潇，爹给你加好水了，赶紧去洗了吧。陆志轩脸上的杀气更重了。爹，我不去了，我洗洗脚就算了，万一风寒就麻烦了。等明后天中午太阳大点的时候，我再洗洗。白天洗？陆石柱双眼亮了。白天洗，他看得更清。行，那你要洗澡就告诉爹，爹给你打水。哎，谢谢爹，我知道了。看来以后洗澡得更小心了。哥哥，怎么办？要不以后我不洗澡了？陆志轩双眼眯闭，面色漆黑，好一会儿才说：今晚我带你去河边洗洗，明天我们上山去榴花港。去榴花港？说实在的，蓝潇潇不太喜欢去那里了。如今的榴花港条件比以前好很多，可那个李玉茹是越来越作，她只要一去就拍得她想吐。就这么想嫁首府大人吗？想嫁你去缠他呀！老是给我介绍男孩子是怎么回事？我明明是亲妹。家里事也多，而且你不认得哪些菇子能吃，哪些菇子不能吃。你要踩着了毒蘑菇毒死人了，那就难办了。笑笑这么小都不会乱踩，你爹我这一把年纪还能踩错？再说你们兄妹都已经长大了，再这样独自进山不合适了。爹跟你们一块儿，也不会有人说闲话了。他们兄妹年纪大了，在一块上山就不合适了。这恶心的男人在打什么主意？别以为别人都不知道。爹说的对，你不说我真不记得笑笑已经长大了，确实不适合再进山了。笑笑，这次爹与我去，你就在家陪娘好了。孙青梅一听男人去了，女儿就不去了，这收入不是又少了吗？哎，我不用陪，多一个人多一份收入。哎呀，你们去吧，你爹跟着呀也比较让人放心。
放心毛啊！孙青梅，你脑子是不是被我宠坏了呀？娘，要不我们家一块上山吧？爹说的对，我也长大了，这样跟着爹与哥哥上山终究不合适，不如我们全家一块去。让孙青梅上山，他才不干呢。不过他也听明白了女儿的话。哎呀，对，当家的，你还是与坤哥两个男子上山吧。潇潇长大了，是不适合再出门了。到时候别人指指点点，名声一毁，嫁都要嫁不出去了。哎呀，你们去吧，我与潇潇在家做些农活好了。这话一出，陆石柱气死了。要是这小妓女不去，他跑去做什么？于是双眸阴沉地扫了孙青梅一眼，跟着陆志轩出了门。哎呀，死丫头，洗澡不开灯，你尿桶里洗萝卜呀！快点洗，早点睡。明天早上跟我去地里除草。早点睡。蓝潇潇撇了撇嘴，恐怕是晚上哪个光棍要进他的房呢。心肝儿，今晚我们站到天亮。哎呀，老娘与你有仇啊，连觉都不给睡。当然有仇，没仇本村长会扛棍打你。小心肝儿，今晚我要狠狠地打你，打得你哭爹叫娘。大约是晚上孙青梅太累了，蓝潇潇猛然醒来时，已经是太阳高照了。娘，你醒了吗？我拿点米。等会儿。吃了早饭，母女俩刚要出门，却没想到王巧云进来了。哎呀，弟妹呀，你在家呀？大嫂，我不在家去哪儿呀？不过呢，我正要去地里呢。那我还真巧了。弟妹呀，有个事呢，想请你帮个忙，不知道能不能帮一下。大嫂，你说笑了，我能帮得上你什么忙啊？别开玩笑，有事要帮忙的话呢，等当家的回来再说。他与坤哥进山了。哎，弟妹，能不能借1两银子给我呀？啥？借1两银子给他？他以为他孙青梅是开钱楼的吧？开口就1两，真叫他说得出口啊！孙青梅脸黑了。大嫂，我怎么不知道你这么会开玩笑呢？就我这个破家，别说1两银子，就是1个铜板都得好好思量呢。是吗？真的没钱啊？今日的王巧云怎么就这么古怪呢？大嫂，我说了没钱就是没钱，你想要银子呢，找你女儿去吧，我得下地干活了。哎呀，弟妹，二叔昨天早上就出门了，难不成昨天晚上他回来了？你们还真有精力，果然年轻就是好啊！你大嫂我出来上茅草的时候，还听到你的吟叫呢。大嫂，你是不是耳朵出毛病了？昨天晚上可是潇潇与我睡的。王巧云又是轻笑2声。是吗？看来今天凌晨的时候我眼花了，竟然发现张富贵在我们家院子里出去呢。哎呀，肯定是我眼花了。一会儿我去问问桂兰，看看是不是自己年纪大了眼就花了啊？胡说，想污蔑我是吧？去吧，老娘还真不怕了你呢。说罢，孙青梅抬脚就走。王巧云轻笑一声，不知道二叔是不是经验更足啊？他毕竟与我小不了几岁，等他回来，我问问他有没有老花。老花你个头啊！陆石柱才36岁就老花。孙青梅回头阴冷冷地看着王巧云，大嫂，你要银子是吧？行，我给你。弟妹，你真大方，我带3毛谢谢你这个好婶婶哈。孙青梅，这下你这棵摇钱树就是我家的了。他发誓，王巧云从他这要去多少，他要让他男人双倍的还给他。蓝潇潇虽然站在外面，可是时不时的飘来2句，加上王巧云那挤眉弄目的模样，顿时猜测到了昨天晚上的事被他发现了。有戏看了，你们俩斗吧，这个家越不安生越好。二嫂，出大事了！你家石柱哥出大事了！这一叫，孙青梅魂都丢了，一把抓住跑来报信的石旺。啊，兄弟，我家当家的怎么了？石旺是二叔公，也就是皇室的小儿子。他甩甩汗，二嫂，刚才坤哥儿来村里叫人了，石柱哥今天早上去追一只野兔子，掉进了猎人的陷阱里，现在伤很重，在等着您去拿银子去镇上呢。孙青梅一听，嗷的一声跑了。石柱家的别好了，他这伤太厉害了，我只能帮着止血。我估摸着大腿骨折了，好在这刀剑只刺到他的腿上，要是刺到胸口，早就没命了。哥哥，你有没有伤着？怎么会这样？陆志轩并没有回答他，只是大手牵上了他的小手，轻轻地握了握，最后才轻轻地吐了2个字：我没事，别问。这一握，蓝潇潇心中轻了口气。虽然他不知道陆石柱伤成这样是天意还是人为，只是他伤了才是重点。这落后的时代，大腿骨一折，他终生废了。肯定是老天有眼，陆石柱，我让你心思龌龊，我咒你终身瘫痪在床上。潇潇，你爹不会死吧？我不知道，这看他命大还是命小，让他别去，他非得跟着哥哥去。我与哥哥去山上这么多次都没事，偏他出这样的大事。这下要好多银子来治吧？你娘会不会又不让你们吃饱？不知道，反正也饿不死我。
潇潇，要是你肚子饿，就来我家吃吧。我家地窖里还有好多红薯与杂粮，我奶说能接得上早稻收成熟呢。现在还能挨饿，他就白活了。虽然他的剑法舞得比陆志轩差太多，可现在他这体力，一个扛着200斤根本不吃力。燕子，明天我们去打野兔吧。这话一落，燕子的睡意全无。潇潇，真的吗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呀，要不现在就去豆子地里看看，叫你爹带火把。燕子睡不着了，爬起来飞快地去找他爹了。哥，先去洗澡，饭马上就好了。早上我打了野兔子，正闷着呢。陆志轩伸手摸了摸蓝潇潇的头发。这2天我没在家，没人欺负你吧？蓝潇潇眼眶很酸，抱住了少年的脖子，蹭了蹭他。我很好。可才抱上，少年把他推开了。我身上太脏了，别熏着你。还有，你现在是大姑娘了，可不能这样随随便便抱哥哥了。哥哥，不管我是70还是80，我都是你妹妹。哥哥与妹妹那是亲情。哥哥，你后悔了是吗？傻瓜。为什么说他傻？蓝潇潇清楚了，这一次是人为，重新抱着陆志轩的腰。哼，谢谢哥哥。更傻了。陆石柱回来后，时醒时睡，时烧时好，吃了10几贴药后，才真正的把命给保住了。可当他知道自己再也站不起来时，在屋里如牛咆哮，如兽愤怒。为什么不送我去县里？镇上能有什么好郎中？孙青梅，你就是想让我残废是吧？伺候了10来天，白天还得干活，孙青梅的脾气可没得好。哼，就是，你知道就好。啪的一声，药碗扔在了孙青梅的身上。死男人，你竟然敢砸我！好，你有本事，老娘我不伺候了！哼！说罢，他就开始收拾包裹。陆石柱一看，急了：孙青梅，你赶走试试！你不是嫌弃我了吗？我就走，走了再也不回来了。这样的日子，孙青梅是过够了，银子花了那么多，而且还要继续花下去，这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。她在想，不如趁着自己年轻，再找一个男人嫁了。更何况她还有一个女儿，虽然样子丑，可卖个5、6两银子总是少不了。哎呦，弟妹呀，这是准备去哪儿呀？怎么包袱都拿上了？不会是想抛家弃女吧？哼，不关你的事。对手不高兴，他就心情好。不是想投奔村长大人吧？哎呀，不过我可提醒你啊，男人家与不写休书与和离书，你要敢跟别的男人走，那可是犯了淫罪。经王巧云提醒，孙青梅才想起，她是陆石柱明媒正娶的媳妇儿，没有她的休书，还真走不了。多谢大嫂提点，以后弟妹我一定好好报答大嫂。宝儿这副样子可不行，得送去县里看。去县里，去府城都行，只要您老给我银子。只要有银子，我送他去京都都行。银子的事，我与老二已经说好了。你家7亩良田拿出3亩来，加上这青苗，在1亩田地10两银子能卖，3亩地就30两，去个县城总够。什么卖青苗？孙青梅跳了起来。陆石柱，你是不是想为了你一个人，就把我们全部都饿死？7亩地也仅足饱肚子，你竟然要卖3亩？这是我爹娘分给我的地，关你屁事！娘，你去村里帮我问问，就9两1亩，谁要就给谁。这该死的畜生，是不是为了他这条腿，全家人都跟着饿死算了？是不是？哎，这不行，这地要卖了，以后坤哥怎么办呢？不仅是庆奶奶骂，同情陆志轩兄妹的人没有一个不骂的，只有王巧云笑嘻嘻地说：哎呀，不是还有4亩地吗？而且弟妹本事大，饿不了他的。听了这话，孙青梅并没有跟他争嘴，只是脸色更阴了。那一闪而过的很，没人发现。陆石柱被送去了县城，是陆志轩与叔叔伯伯一块送去的，5天后才回来。没得治，是不是去迟了呀？陆石良摇头：娘，不是这么回事，我们在县里找了好几个专治跌打的郎中，他们都说这大腿骨伤了没死，算是大命了。哎，那子孙根的事儿呢？有没有问？陆石柱发现自己大腿断了不说，自己第3条腿也废了。这些天他的病情只要养，本来不影响那种事吧。可是他发现他根本就死了一般，这才非得去县里不可。要知道他还没有亲生儿子呢。在陆石柱的心中，早产了1个月的陆志轩就不是他的亲儿子。在他早产之日，他就是扎在陆石柱心中的那根刺。看了，也找了专门的郎中，都说可能是因为腿伤了，那根筋也伤了，恐怕日后就没用了。这话一落，陆老婆子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活该，让他不听话。还有啊，让他把另外几亩地契呀给我守好。我看那坤哥也不是个善良的，全被刘氏教成了个没样子。陆老婆子一恼怒，就连去年死的刘氏都牵扯上了。可陆石良倒不认为自己这个侄儿没良心，至少他老实勤快，而且每年都给家里交上4、5两银子呢。哪有不好？受老婆的嘱托，陆石良进了屋。娘说了，你现在这样子也没办法讲究了。虽然孙氏脾气不好，但是这个家不能少了他。你自己把东西都藏好，可别让他翻去了。我知道了。
哎呀，娘，你说吧，这人呐就得认命，有的人命好就能给婆家带来福气，有的人命不好啊，就有家破人亡的危险。看我这眼光多好，当时菊花还死活不愿意去县太爷家，您看看现在。梅儿，你是想我了吧？大伯，大嫂在外面呢，你可别这样，万一让她看到了，这家里啊就待不下去了。多天没有尝着这弟媳妇的味道，陆时良心痒痒的。梅儿，一会儿我去西山坡那边除包谷呢，要不要去陪陪我啊？死人，这就守不住了。孙青梅俏脸一扬，哼，不去，家里都揭不开锅了。你也知道你二弟几两银子当个命在护着，我哪有空玩啊？饿了吧？哥哥让你吃个饱。说罢，一块碎银子塞进了孙青梅的手中，可没人发现某一处一双眼睛正盯着他俩的行动。看着陆时良出去的背影，孙青梅拿起碎银掂了掂，轻声骂了句：死鬼，还挺大方的啊。王巧云，你女儿再会赚银子又如何？老娘一张腿，这半两银子就来了。好了，都给我住手！王巧云哭得震天动地。娘，你来评评理，我这么省是为了什么？还不是三毛都15了吧？可他倒好，竟然偷我的银子给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，你叫我怎么活啊？哎呀！老大，这事儿是不是真的？你自己说。娘，你听他胡咧咧的，他哪只眼睛看到我把银子给他了？三毛都看到的，那银子只有半两重呢。三毛看错了。两夫妻争执着，孙青梅却眼泪汪汪，一脸委屈地看着陆时良，眼儿直哭，也没有人知道她在哭什么。可就这哭声挠得她心中痒痒，恨不得把自己的弟妹搂在怀里，好好的哄着，慢慢的捅着。那死小子呢？竟然敢胡说八道，看老子不收拾他！王巧云气急了。你敢自己不要脸罢灰，竟然还想教训儿子！你们这对狗男女，我要让全村的人都知道你们这大伯拔弟媳的灰！陆时良，你真不是人！你亲弟弟还没死呢，你就给他戴绿帽子！什么叫戴绿帽子？我兄弟身子垮了，我当哥哥的关心一下弟妹，那也是想让他安心的在陆家嘛。万一他过不下去走了呢？老二在床上，你来伺候啊！娘，我这也是为了兄弟着想啊！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王巧云疯了。我打死你个不要脸的东西！去呀，去把你弟弟叫出来，问问他是不是愿意让你睡他媳妇儿，让全村的人都来知道你算不算他的亲兄长。老大，柱子好歹是你亲弟弟，这事儿以后可做不得。做不得？那女人全身水汪汪的，她没机会上了。陆时良觉得天都塌了。娘，孙氏还这么年轻，便宜了外人，还不如便宜你儿子呢。谁家多斗米不想纳个妾？我比许多人好多了。再说肥水都不流外人田呢。蓝潇潇对陆时良的不要脸已经到了五体投地的地步了。让我死，让我死了算了。娘，我不要活了，活不下去了呀！听着这不听话的儿子，又觉得大儿子考虑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陆老婆子看着在床上滚动的二儿子，哎呀，老二，你遭这样的难也不是谁害你的，是你自己贪心倒霉。你大哥也是真心为了你好呀。孙氏这么年轻，哪能就没了男人呢？还有，别嚎了，让全村的人都知道了，还有这么多个没成亲的呢。你们不是想让他们娶的娶不到，嫁的嫁不出去吧？就在这时，陆时良也进来了。就是啊，二弟，你大哥我真的是怕你没人照顾啊。你现在这样子也没了办法，只要你同意，以后大哥会好好照顾你的。看着这脸不红气不喘的兄长，突然陆时柱不哭了。大哥，那你说说，以后你准备怎样照顾我这个亲弟弟？陆时良举手，只要你不闹，以后我吃什么你吃什么，有好的紧着你吃，一个月至少吃3回肉和3回酒，你要想吃什么我尽力满足。不就是一个千人睡的女人吗？既然她不能用了，找个人给她养老，也算是这贱人的价值了。好，希望你说到做到。啊，不行，我不同意。兄弟这是同意了，以后那水汪汪的女人不归他了吗？心情爽得不行的陆时良甩了王巧云一眼。你不同意可以啊，回你娘家去。王巧云气得当场吐血，她哭喊着：陆时良，你太没良心了，你会遭报应的。报应不报应，陆时良才不放在心上。世上做坏事的人多了去了，他怎么没看到遭报应？我打死你个贱人，你还算不算人？笑笑再不听话，那也是你的亲生女儿，竟然要把她嫁给村长家那傻子，我打死你，打死你！这一闹，众人自然是围了上来，瞪着两夫妻要问个清楚。陆老婆子是绝对的家长，出什么事了？这样吵吵闹闹还要不要过日子？陆时柱一脸恨意地指着孙青梅，你问他，
看看她是不是个人。好好的女儿，她竟然把她给那个傻子！众人的眼光全都在孙青梅的身上了。孙青梅恼羞成怒的狡辩：陆施主，她是我的女儿，我让她嫁谁就嫁谁，你没权利管。她是你的女儿，可她却上了我陆家的族谱，你还做不了这个主。陆施主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啊，想把她留在家里伺候你过老。行了，你别想得太美了，我是不会把她留给你的，再丑也是我的女儿，你想都别想。被人戳穿了心思，陆石柱几乎是疯了。打死他！娘，你帮我打死他！他要是敢把笑笑送给那张富贵家的傻子，你帮我打残他！蓝潇潇自然听到了孙青梅的打算，她脸色苍白，站在门外，手却被人握住。哥哥，别怕，有哥哥在。瞬间眼眶湿了，蓝潇潇扑在陆志轩的怀里，死死地抱住了他的腰。笑笑，你娘真的要把你给张傻子当媳妇儿吗？这个家的孩子要说正常的，还只有这水仙以下几个小的。蓝潇潇还没接话，那边陆志浩渐渐地开了口：水仙，她长成这样，不嫁给傻子谁要啊？哎，我看啊，村长家日子不错，嫁过去有吃有喝的，到时候再生个小傻子，这日子也美满。从蓝潇潇不理他到他长得越来越黑后，这陆志浩还真是看不上蓝潇潇了。可他却看不得陆志轩像只老母鸡似的护着他，只要一有事就给他添堵。这男孩子实在是欠揍，想点办法好好治他一治才行。蓝潇潇，听说你还不愿意嫁给我大哥是吗？陆志浩兴奋地抢了话：杏花，你别问了，他不嫁你哥嫁谁啊？这么丑，恐怕我们整个县都没有人比他更丑了。杏花一听非常高兴：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我爹可是村长，能嫁给我大哥也是你的福气。大哥，这个呢，以后就是你的媳妇儿了。媳妇儿，我有媳妇儿了。20出头的傻子虽然脑子不灵，可长相却是个男人。他流着口水叫着妹妹再三教他的媳妇二字，扑向了蓝潇潇。杀人是人！蓝潇潇，你做了什么？你竟然敢杀人！快来人啊！蓝潇潇杀人了！你哪只眼看到我杀人了？杏花，看来你长的不是眼睛，长的是2个木童子。我杀人了，你赶紧去衙门报案呢。你不是有个镇长老姐夫吗？去啊！蓝潇潇，你别以为狡辩就有用，我大哥要是出了事，你别想逃。哼，出事？你大哥这傻子不是你捏的吧？喂，大傻子，再躺地上，小心我蛇跑到身上来了。一听到蛇字，张傻蛋像被风蛰了一样跳了起来。不要蛇，不要蛇，不要蛇。那你要媳妇儿吗？不要媳妇儿，我不要媳妇儿，媳妇儿会咬人，我不要媳妇儿。看着落荒而逃的张傻子，杏花小脸气得通红。蓝潇潇，这世上连我大哥都不要你，你就准备当老姑娘吧。杏花，你生什么气呀？她除了当老姑娘，谁还会要？杏花，我丑嫁不出去，你肯定能嫁一个像我三哥这样的如意郎君，让她嫁给陆志浩。我呸！杏花嫌弃地看了陆志浩一眼，甩了一眼蓝潇潇，这表情让蓝潇潇乐了。陆三毛，人家杏花看不上你呢，拍马屁也没用。我才没看中一个小丫头呢，我大嫂家那边已经有人在给我说清了，肯定比你漂亮的100倍。哼，臭丫头！哟，还知道隐藏心思啊！明明想娶这杏花想得要命，只是你不敢想而已。呵呵，陆三毛，看在一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3年的份上，姐我成全你一回。快来人啊！二叔死了！这一叫惊动了所有的陆家人。最先尖叫的是王巧云。哎呀，天哪！快报衙门呐！二叔这脸色铁青，肯定是被人掐死的呀！蓝潇潇慌忙跑了出来，陆志轩叫他：别急，哥哥。陆志轩握握他的手：别怕，永远都别怕。这话一落，蓝潇潇的眼眶瞬间红了。是他做了手脚，为了他杀了陆石柱，此恩此情今生难报。陆石柱死了，一看就是被人掐死的。而孙青梅还在一边淡定自如地与人狡辩。陆志轩低头：他该死，不过一会儿得狠狠地给我哭。陆石柱死了，村长不敢隐瞒。很快镇衙门的捕快就到了，经过仵作的一番查看，孙青梅正是杀人凶手。天哪，这个孙青梅果然恶毒啊！这石柱出事儿还没2个月吧，他就受不了了，直接杀人。哎呀，他本来就是个狠的，你没看到他打蓝潇潇那下手之重，你伸得了手吗？哎呀，可怜了笑笑这个孩子，现在可怎么好？坤哥还未成家，他也这么小，怎么办呢？还能怎么办？好在坤哥也10几岁了，总归能撑起这个家吧。再长个几年成个亲，这家也就重新立起来了。所以说呀，娶妻娶贤啊，石柱不就是贪图孙青梅长得好呗？这下好了，连命都贪没了。孙青梅被带走的时候，蓝潇潇哭得撕心裂肺，而陆志轩则守着他爹的尸体，一言不发。族公陆成发开了口：这石柱死得太早，这棺木也没有，看看你们这当爹娘的棺木，
谁敢拿出来给他睡呀？刘氏是在村外的破庙失踪的，别说棺木，就是白菜也没用一副。族公一问，两老两口子都不发话了。他们不发话，陆家年轻一辈的人又没有。陆成发转向了陆志轩：坤哥儿，你说说想法，这毕竟是你亲爹呀。他亲爹？陆志轩想，别说不是他亲爹了，就是他亲爹，这样的男人连板门板都不想给他。太公，爷奶的棺木是请了期，看了日子，定了8字而制的棺木，给我爹睡恐怕也不合适。说实话，村里老人的寿材都是有定制的，不好拿出来卖。镇上有家棺木店，他有白棺木出售，要不请人去帮我买一副回来。这话说的在理，老人都不停点头。特别是陆老婆子一听这建议，觉得这个孙子头一次合他心意，立即说：对对，还望那位帮着孩子跑一趟。坤哥，你爹手上还有一些银子，你仔细找找。奶奶，我知道了，只是我爹现在还没入殓，不好搬动，谁家能不能借我几两银子？哥儿，阿生爷这里有3两银子，你先拿着，把你爹的事儿办了再说。不管任何人的眼光，陆志轩走进阿生爷，先是深深的鞠了一躬。谢谢阿生爷，今日之恩，云坤永生不忘，来日有能力时，将以10倍还之。哥哥，你说会我来爽。陆志轩抬起头，缓缓地开了口：送他一程，也全了这辈子我们的父子之情。哥哥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。蓝潇潇鼻子好酸，这一会儿她是真的哭了。陆志轩回身抱住她，让她靠在他的怀里，轻声说：潇潇，你是不是觉得哥哥太狠了？哥哥是要做大事的人，而且哥哥如果不是为了我，你也不会这样做。在我的心中，善恶不同，哥哥就是我的大善人。潇潇，有个事我告诉你，他不是我亲爹。啊？这话一落，蓝潇潇连哭都不会了，张口结舌。哥哥，你说什么？陆志轩目光悠远。我娘死前告诉过我，他并不是我的亲爹，我的亲爹另有其人，只是当时我娘说他不能带我去认亲爹，他怎么都不肯说我的亲爹是谁，我也不知道他的原籍在哪里。他留给我的唯一的东西就是一只手镯。自己都快死了，又告诉他儿子这个男人不是他亲爹，蓝潇潇都懵了。他为什么不告诉你？陆志轩摇摇头，不知道，可能是不想我去找我亲爹吧。天哪，剧情怎么完全变样了？书中可没说这陆石柱不是他的亲爹啊，怎么这剧情走向走着走着又不同了呢？难不成是因为他穿越了？那眼前的少年郎还能当首辅吗？妹妹呀，你冤枉啊！你这么善良的人，怎么会杀了妹夫呀？这肯定是个误会。哭嚎的人正是孙青梅的姐姐孙青桃，她的身后跟着孙家大大小小5个兄弟姐妹，还有兄弟姐妹中的子女，还有2个老人，那一串就20-30人。这2个老人想都不用想，铁定是孙青梅的爹娘。我命苦的女儿啊，你怎么就这么苦命啊？你的男人死就已经很可怜了，竟然还被人污蔑杀人，这天理何在啊？想想呀，那可是你亲娘啊，你无论如何要让陆家人给他伸冤啊！哎呀！蓝潇潇一脸鄙视地看着这孙家人，他们这恐怕不是来为孙青梅叫冤的，而是另有目的吧？他没开口，陆志轩也没有开口，可程发公开了口：亲家母，杀人偿命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。他有没有杀人，衙门自有公断。你女儿杀了她男人，当场他就承认了，你这样来闹是什么意思？话一落，孙老太太一脸果断：不可能，他不可能杀人。哟，亲家母，你女儿不会杀人，你恐怕不清楚她的为人吧？我可听说山上的老猎户也是被他给弄死的，只是老猎户家无人，没有追究而已。你胡说，他才不会杀的，他连只鸡都不敢杀，怎么可能杀人？孙青梅连只鸡都不会杀，王巧云惊讶的合不上嘴。哎呀，亲家母，看来你对你这闺女了解的还真少啊！她岂止敢杀鸡，去年她家过年，年猪都是她杀的。你不信，可以问问大伙儿啊。孙老太太没话可说了，可孙青桃又开了口：这位是大伯母吧？你说我妹妹敢杀猪，所以就敢杀人了？啊，我可没这样说，是你娘自己说的。孙氏连鸡都不敢杀，我只是声明一下而已了。我小姑子就是敢杀猪，也不能证明她敢杀人呢，这罪名可担当不起。我小姑子对妹夫是万般满意的人，她不可能杀他的，这事肯定有误会。你们都是她的亲人，总不能就这样看着她白白送命吧？这一下，陆老婆子跳了起来。他不能白白送命，难道我儿子就能白白送命？姓孙的，你们别欺人太甚了，我陆家也不是好欺负的人。谁欺负人了？这女婿死都死了，为什么非得要另一个人去给他赔命？陆家的老钱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2个大的没了，2个小的就由你搓圆搓扁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没这么简单。陆老婆子被骂，
立即两个老太婆打成了一团，顿时陆家院子里鸡飞狗跳。好了，都给我住手！有事不能好好商量，非得打成这样，好看吗？足弓火了，砰的一声把一把椅子扔在了地上，发出了巨大的响声，顿时把两个老太婆给吓得呆滞了。两家小辈各自把两婆子给扶了起来，众人再次坐下。足弓扫了众人一眼：亲家公，你是男人，你当家做主，这事儿我只与你说。你女儿杀人，罪可不是我们定的，当城衙门捕头带着仵作亲自过来验证过的。这事儿你要不认同，可以去找衙门。孙家的老头子是个不善言谈的人，他努努嘴，不知道要说什么。孙清桃急了：足弓什么？我妹妹又不是傻子，怎么可能会无缘无故的杀人？这事儿啊，是不是真的有别的误会啊？没有。足弓把陆石柱出事的前前后后都说了出来，顿时孙家人也没什么能反驳的了。孙清桃知道这陆家的便宜是占不上了，要怪就怪自己这妹妹没用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，别的我们就不说了。这回来我们就把笑笑带回去吧，毕竟她是我妹妹唯一的血亲。不行，我说陆家哥儿，这是我孙家的人，怎么就不行了？她现在叫陆笑笑，可没什么可不可的，她永远是我陆志轩的亲妹妹。好，是你的亲妹妹行了，不过她娘以前把她许给了我二儿子，将来她就是我孙家的儿媳妇儿。既然她亲娘不在了，我们孙家带她走也在理吧。啥？蓝潇潇看着这睁眼说瞎话的孙大嫂，真当是佩服她的信口开河。什么时候这便宜娘又把她许给了孙家？就在这时，庆奶奶挤了进来。哎，这位舅家大嫂，不知道这事儿啊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早就说了，而且当时她还从我们手里拿了5两银子的定金，这事儿你们不信，可以去牢里问她去。庆奶奶一听，一脸冷笑：哼，你们孙家人说话可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。石柱死的前几天，他就是因为孙氏要把潇潇许给村长家的傻儿子，打个你死我活。今天你来说他早把潇潇许你家了，果然是不要脸。这事儿石良家与村长家是最清楚的，不信你问问他们。哈，这个死贱人竟然作死都不给娘家人一点好处。孙大嫂一脸嘴犟：我不管，他依你许几家都好，他拿了我的银子，我就要带人。你可以试试。看着陆志轩阴沉的脸，孙大嫂心头一虚。陆家哥儿，我只是带走我们孙家的人，与你何干呢？陆志轩双目沉沉：有没有干系，我说了算。你们孙家敢抢他去，我在这里发誓，10年之内让你们孙家灭门。叔，麻烦你去村里榕树家买点下酒菜，中午请族公和叔伯们吃个饭，也算是侄子感谢他们这一天的辛苦。陆老三去了，众人再次坐下。族公开了口：坤哥儿啊，你爹走了，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？笑笑是你妹妹，她还小，离嫁人还得有个2-3年，这你又准备怎么办呢？说到以后，陆志轩先站起来，朝族公深深的鞠了一躬。族公，侄孙准备6月底去县学入学，9月参加县试，如若能过，明年就在县书馆边上边上学边打下零工养自己和妹妹，3年后再参加乡试。县试就是考秀才，乡试就是考举人。一般来说，县试过后会再读3年才会参加乡试，因为县试11场试都不容易过，根本没有可能县试之后直接参加乡试的事儿。族公一听，脸露复杂：坤哥儿啊，听说参加乡试可得很多的盘缠呐，你行吗？陆志轩又朝大家一鞠躬：小子读书6年，虽说不敢学尽天下文章，但一手字已能入人之眼。闻听县学中县试前3名者，学中有2两银子1月的奖励。我不敢夸口博得头筹，但定力争取前3。有了学中的奖励银子，加上晚上给书铺抄书，定也能养家糊口，省吃俭用，3年之后定能筹得盘缠。这话一落，众人神色更加复杂了。中个秀才都不容易啊，更何况是考前3。族公一听，沉默了许久：这样吧，既然你有了打算，你看看你家还有4亩良田，3亩杂地，是店是卖，拿个主张出来。想了想，陆志轩开了口：卖吧。一来垫出去这粮食我也没办法拿回来，二来我恐怕1年也难得回一趟。这良田中还有青苗，杂粮也快成熟了，5期之后我就准备去入学，所以请族公帮忙问问这杂粮地值多少银子，开个价就行。这倒是可以，不过这地是你陆家祖先留下来的，先看看你爷奶要不要。说罢，族公的脸转向了陆老头：老七，你说呢？陆老头磕磕烟袋：杂粮地有杂粮在，我看4两到3两半是买得的，不过我拿不出这么多银子来。如若爷奶、大伯、三叔想要这地，良田算8两，杂粮地算3两，这事就少了6-7两银子。顿时陆老婆子的眼神亮了：老大，你要不要？王巧云一言定音：要2亩良田，2亩杂粮地。陆老婆子一听：那行，余下的就归我。陆老三家的一听：
坤哥，你既然良田不要了，那你那几间屋子还要不要？陆志轩摇摇头，不要了。现在我上学有要用银子的地方太多了，要是三婶想要的话，就给3两银子吧。哥，您这是做什么呀？陆志轩眉眼温和，以后我们的家由你来当。他当家？哇，这未来首府大人这么大方。蓝潇潇的眉毛都快挑到了额头下了。哥哥，你放心我啊。怎么，你准备带着银子跑路啊？哥哥，你想都别想，以后我哥哥要当大官，我就是大官的妹妹。大官的妹妹多牛啊，走在路上都没人敢瞪我眼睛，我还逃走，我傻的呀。这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取乐了陆志轩，他拧紧了眉头，松开后，那妖孽的本质露了出来。知道就好。哥哥，以后不许随便笑。什么？哥哥，您的笑容太妖孽，你要笑啊，肯定会把县城那些美人呐、笑花眼。到时候我家来了一串嫂子，这点银子可养不活。陆志轩终于笑出声来，轻轻摸了蓝潇潇脸上一把。等到了县城，这脸上的颜色可以洗掉了。这一点蓝潇潇非常赞成。明明她是个大美人呐，顶着丑丫头的名头，在村子里晃了3年，成了全村的名人，以丑出名。等一下，她以本貌回村，这全村的人会不会掉眼珠子？心情实在是太好，蓝潇潇拉着陆志轩又去了陆石住的屋子里，从他一堆的枕头找出一个荞麦壳枕，伸手在其中捣鼓几下，掏出了整整11两3钱的银子。陆志轩眼睛一亮，你知道他的银子藏在这儿？我太了解他的习惯了，他这人除了自己谁也不信任。笑容花了陆志轩的眼，他不由得点点头。是啊，天天枕在自己头下，这才安心吧。出了房间，两人进了自己的屋子，把银子堆在一块儿，竟然发现已有100多两，100多两银子，一个小富之家的家底了。哥哥，等离开了这里，我要好好的吃一个大餐。陆志轩心疼地搂着他，伸手摸摸头顶。一过头七，我们去进山吧。哥哥给你打猎物吃。真的吗？陆志轩点点头。真的。蓝潇潇扑上去抱住他。哥哥你真好。我去那边摘山桃子吃。小心一点，掉进水沟我可不救啊。山桃子，现代的土樱桃，手指尖大小，却是纯天然的水果，极端美味。哥哥，来吃一个。陆志轩是成年人，根本不爱吃这种小姑娘的零食，可他知道他要不张嘴，这小嘴就会挂得住油瓶。我只吃一个。不吃拉倒，我带上去榴花杆，跟大伙一块吃。自己妹妹不喜欢李玉茹，陆志轩也不勉强她。不过，潇潇，这回可别与你玉茹姐耍小性子了。听到这话，蓝潇潇白了他一眼。哥哥，你哪只眼看到我跟他耍小性子了？我告诉他了，我是亲妹妹，不是情妹妹。可为毛他老是酸溜溜的呀，真难受。其实我与他都没这意思，是你自己想多了。是他多想了吗？蓝潇潇一甩头。我才不会想那么多呢。女人心海底针，就是哥哥对她不冷不热，所以她才找我的事儿嘛。哥哥最讨厌了，喜欢人家就直说呀，不喜欢人家也直说嘛，干嘛这样含含糊糊的？这话一落，陆志轩是一头黑线。他怎么说，那李姑娘并没有对他说什么，什么叫直说？而且他真正喜欢的人可不是他。潇潇，以后不许说这种胡话。哥哥与她永远不是这种关系，她也只是个妹妹。看着陆志轩郑重的脸，蓝潇潇叹息一声。好吧，你说不是就不是喽，看来是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呢。而且人家李玉茹比他还大1岁呢。坤哥啊，哎呀天哪，你们回来了。七奶奶，出什么事了？这时燕子跑来了。潇潇，我告诉你，你大伯娘发疯了，与你娘一样的疯了，而且差点把你奶给掐死了。燕子的话让蓝潇潇傻眼，王巧云也疯了，这出了什么鬼？还有蓝潇潇很好奇，他干嘛去掐那老婆子？难不成两人吵架了吗？才不是呢！本来出事前的前天晚上，你大伯娘半夜突然发疯，她死死掐住你大伯的脖子，说要掐死他。你大伯力气大，把他推开了，所以没死成。只是第2天一早，你奶说了几句什么，然后他就把你奶扑到地上。要不是你大伯来得快，你奶就被他掐死了。燕子的表达能力很好，3言2语就把事情给说了个清楚。蓝潇潇咧着嘴偷笑，难不成是陆家祖宗作怪不成？为什么好好的人突然会发疯呢？我看呐，最有可能的是他做多了亏心事，老天爷看不过眼。庆奶奶叮嘱了几句，才放他们回家。我怎么了？陆志轩支着手指示意不要说话，然后见他从怀里取出了一个竹筒，只听得他轻轻的嘘叫2声，再然后蓝潇潇傻眼了。哥哥，竹筒放在床上，一只银元大小的花蜘蛛慢慢的从墙角爬出来，然后朝竹筒爬了进去。陆志轩收起竹筒，轻声说：别怕，这叫迷花蛛，中了他的毒的人会出现幻觉，时时刻刻都会有一种杀人的冲动，只要谁惹怒了他，他就会把这人给掐死。这是哥哥养的，已经养了好几年了，他喜欢肉味，特别是人肉味。一只蜘蛛喜欢人肉味。蓝潇潇倒退3步，哥哥，万一哪一天他把我吃了可怎么办？陆志轩挑起嘴角，放心，他吃过你3次血了，你已经是他半个主人了，不会吃你的。再说他不吃，只喝人血。哈，这蜘蛛喝过他的血？蓝潇潇瞪大眼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3年前，你肯定不记得了。有几次我叫你缝衣服，然后你扎出了血，这血我给他们吃了。
越说越傻，蓝潇潇发现自己在这个未来首府大人面前就是一个白痴啊！到了蓝潇潇的屋子里，以同样的办法又唤出了另一只花蜘蛛。哥哥，这贼是王巧云。当贼似的人喜欢晚上出动，而且喜欢缩进角角落落。迷花蛛咬人的时候并不太痛，而且当日不会毒发，这毒死不了人，不是高手也看不出他的毒素是什么。没有特制的药，中毒的人一辈子都好不了。天天风。陆志轩摇头，不会，1个月后这毒素就会变轻，但是人会变得暴躁，一惹就上火。好变态的毒啊！解决了王巧云，两人在家待了几天，去村里告别要告别的人，把红薯种地托给了阿生爷。于是兄妹俩准备收拾，准备上路了。哥哥，这是谁家的院子啊？小院玲珑，却非常的整齐干净，一看就不是穷人家的院子。只是院子里并没人住，而是陆志轩直接用钥匙开了门。这是曹家的产业，曹家在镇上有点生意，子哥偶尔会来住住。心中有了些许主意，蓝潇潇开始打量起这个小院来。小院设备很齐全，主室、次室、寒洗、厨房、茅厕一应俱全。院中是整个的青石板。志轩让蓝潇潇休息会儿，然后就出去了，直到中午才带着饭菜来了。看到洗去了药水的妹妹，陆志轩有一阵的眼花。虽然在谷中他都是本来面目，可现在这身打扮还是让他定了定神才入常。等急了吧？来，吃了饭一会儿我们就走。马上就走？蓝潇潇愕然，他以为他把自己带这儿来是要在这儿住几天呢。这个小院真心不错呀。这么急吗？哥哥不是说你在镇上还有事？陆志轩笑笑，办好了，我去周夫子那里要了一份推荐书。他听说我要去县里上学，虽然有点不太高兴，但也是同意了。怎么，是不是喜欢上这小院子了？没有，我以为你要在镇上住2天才走呢。蓝潇潇没去多想，吃好饭收拾好，马车就到了。公子爷准备出发吗？潇潇，这位是镇上的刘叔，哥哥以前就认得的人。刘叔好，一路要辛苦您了。不辛苦，不辛苦，应该的。公子爷，姑娘，赶紧上车，这里到县里还得2个多时辰呢。2个多时辰，5个小时，还好不是太久。蓝潇潇上了马车坐好，却不见陆志轩上车。站起身一看，路边一个姑娘咬着唇站在哥哥的身边，似哭欲哭的表情。女子大约是14、15岁，相貌清秀，个子修长，衣服是缎子的面料，看来不是穷人家的女儿。这是谁啊？哥哥，这位姐姐是谁啊？这位是周姑娘，是夫子的女儿，我的小师妹。周姑娘，此去就是今年，在下归期未定，不能耽搁姑娘终身，告辞。周婷知道眼前的男子将来一定会有出息，只是她留不住他。见陆志轩已上了马车，眼泪再也禁不住流了出来。哥哥，他不会出事吧？刘叔，出发吧。刘叔已坐在马车上，立即挥鞭。姑娘，少爷坐稳了。快停车！我难受，快停车！赶车的刘叔吓了一跳，一阵吁之后，马车停了下来。姑娘，怎么了？蓝潇潇捂着嘴，刘叔，我要吐了。这丫头竟然会晕马车。正在看书的陆志轩见状，脸上焦急。小心，我扶你下车。哥哥，我不行。见他这样，陆志轩拿来了水和棉帕，待他喝过水后，见不远有一处小河，他把他抱在了河边。还能受吗？来，先洗个脸。吐了是好多了，只是这才1个来时辰，未来漫漫长路得怎么办呢？姑娘别怕，这是我婆娘准备的生姜水，这竹筒很干净，你放心喝，里面还有准备好的生姜片，一会儿上了马车你躺着，在肚脐眼中敷上生姜片就没事了啊。喝了生姜水，贴了生姜片就不晕车了。还有，这古代的服务这么到位，虽然不知道这偏方有没有效果，但蓝潇潇还是很爽快的喝了。姑娘你自己贴着，我先慢慢赶，一会儿就好了。谢谢啊。听着谢谢2字，刘叔乐呵呵的笑了。姑娘可不像是村子里出来的人，要不是我认得陆公子，我还真不信了呢。村里出来的姑娘就不会说谢谢了？蓝潇潇抽抽嘴角，蓝潇潇躺下，陆志轩依旧坐着。刚躺好，头顶传来了一个温和的声音：张开嘴，吃颗蜜杨梅，一会儿就好受了。啊，24孝的哥哥竟然还给他准备了杨梅干，好幸福啊！美配们，我家的忠犬哥哥来了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快，这里！这一喊，蓝潇潇坐了起来，揉了揉眼。哥哥到了吗？陆志轩嗯了一声，伸手给他扶扶头发。到了城门口，不过还没到我们要去的地方。要是睡醒了的话，先起来醒醒睡好了。这都到达目的地了，他再睡不成猪了吗？听了这话，蓝潇潇很好奇。哥哥已经在县里准备好了地方住。陆志轩回头淡笑，当然得准备好，总不能就这么什么准备也不带你就进城吧？难不成住客栈吗？蓝潇潇愕然，他怎么忘记了？这是未来的首府大人呢，做事能没有章程吗？说话间，一个男子走了过来。允坤，一路上可顺畅？看到来人，陆志轩扬起了难得的微笑。多谢子辰挂念，一路安好。只是小妹有点晕车，辛苦你了。潇潇，这是哥哥最好的好朋友，赵涵，以后你叫他赵家哥哥。赵涵，最好的好朋友？未来首府的最好的好朋友不是曹玉炫吗？晕啊！剧情总在变，这要怎么破？赵家哥哥好。陆家妹妹好，一路辛苦了。家母准备了晚食，允坤，请。这丫头笑这么甜做什么？还有赵涵这表情是什么眼神？哪有男子这样呆呆地盯着人家小姑娘的？潇潇，这是赵叔，赵婶，这是你赵家哥哥的2个妹妹，赵香兰、赵香婷。你香兰姐姐比你大2岁，你要叫姐姐；香婷小，你叫名字。赵香兰，赵香兰。蓝潇潇终于知道了这个赵涵是何人了。赵香兰，首府大人的第3女配。
原来赵涵同志差点就是未来首辅大人的大舅子。哼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潇潇，叫人呢？娘的，我怎么又发呆了？蓝潇潇牙痛，她立即扬起笑脸，朝两位长辈行了礼，打了招呼，然后才说：“香兰姐姐真好看，我看得发呆了。”这话一落，陆志轩也牙痛了。这丫头还真是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呢。哪有，笑笑妹妹才是真正的好看呢。瞧你，脸如鸡蛋嫩，眼如灯笼亮，是个真正的美人呐。娘，你说是不是？哇塞，这人美飞天呐！娘还是头一回见这么漂亮的小姑娘，我还道你们姐妹已经不差了，可比起你潇潇妹妹就无法比了。婶说的她太好了，妹妹自小在村子里长大，性子野，还请多多包涵。说哪里话，你是明哥的朋友，婶子当他为自己的孩子来看，别说那么多客气话。成儿带坤哥去你屋里，兰儿带你潇潇妹妹去你妹妹那儿，家中不宽敞，坤哥别笑话。前一世赵涵为了他失去性命，害得老人老来丧子，是他心中剧痛。陆志轩深施一礼，真心的说：“婶子说话客气了，到了您这儿，允坤似到了自己家一样。”哎呀，好，那就好。坤哥不嫌弃婶子家小，我真的高兴。你们俩快去准备好出来，婶这就准备晚饭。潇潇，你跟和我二哥住左下厢，你别害怕。香兰姐姐，我不害怕的，您和香婷妹妹都是好人。这话没乱说，书中描述的赵香兰是个性格极好的姑娘，而且她有一手极好的针绣功夫。赵家有一个绣花铺子，如今是赵婶子在经营。兄妹俩当晚就在赵家安顿下来。赵家的晚餐很丰盛，有史以来蓝潇潇在这个世界第一次吃这大餐，吃多了肚子吃撑了。看她摸肚子，陆志轩带了她在院子里转了转，口气又宠又嗔怪：“你傻呀，吃这么多，万一撑坏了怎么办？”哥哥，你与赵家哥哥是什么关系啊？陆志轩怔了怔，同窗。蓝潇潇傻：“你以前来过县里读书？”“不是，赵家以前是镇上人家。”第3天，两兄妹搬进了一间离赵家不过几十步远的小院。这小院竟然与镇上那小院相似。喜欢吗？哇，哥哥这院子好漂亮，我好喜欢。你不觉得这里偏了点？不偏，这里离赵姐姐家近，我还能时常串门子呢。不是时常串门子，而是你以后多跟赵婶子学针线。你这缝衣服的手艺实在是太差了。哥哥，能不学吗？那东西实在是太难学了吗？那不行，你不学会做，以后哥哥的衣服谁来做？哥哥，难道外面没有成衣铺子吗？实在不行，出银子给赵家做啊。难不成哥哥的内衣内裤也叫别人做？先熟悉几天，等你适应下来再去学。现在男人的子弹头都别人做，不就是一条齐脚短裤吗？你就这个东西啊！我的目的不是来学当家庭主妇的，我是来县里准备发家致富的，当一个绣娘。发个毛线的家！哥哥，我只说啊，到时候我把一朵花绣成一个，您可别说我笨啊。我不说行吗？不过我想以我妹妹的聪明，铁定能学好。给我灌迷糊汤呢？哼，真当我11岁啊？嘿，哥哥你真自信。那当然，要这点自信都没有，怎么当你哥哥？哥哥，这院子不便宜吧？1个月1两银子。哥哥，能在这上面扎个棚子吗？陆志轩不解，你想做什么？你不觉得晚上太热了吗？我家赵家这2个晚上根本没睡，你看看我这脖子上全都是痱子，不如在这里搭个棚子，晚上我把帐子一挂，睡这儿。是哥哥疏忽了，一会儿哥哥就去请人，然后再买一床新帐子回来。对了，过几天岗子上的人来了，让他们带些催蚊草下来。蓝潇潇闻言非常惊讶，哥哥，榴花岗的人也来县里吗？你那个洗衣液与蘑菇干，县里已经有个铺子专门卖这个了。啊，他的发财路啊，竟然这样就全送了吗？哥哥快来睡。不，你睡那儿，我睡主梁床。你不怕蚊子咬死你啊？不怕，哥哥买了清凉膏，这个一涂上，蚊子不敢来。一觉睡到天亮。哥哥，你是怕考书院拿不到前3名吗？睡醒了没事就看看书。你起来吗？哥哥是不是肚子饿了？不，今日趁早，我带你出去转转。哥哥上学后，以后家中的碎物得你自己去买。哥哥，你帮我拆帐子，我去做早饭。不用，你去洗漱，一会儿哥哥带你出去吃。陆志轩背着书袋，牵着蓝潇潇的手问：“一会儿你真的找得回来吗？”哥哥，路在嘴上，不在脚下。万一碰到个骗子呢？假如把你骗到偏僻处，迷晕你怎么办？哥哥的蜘蛛是养着玩玩的吗？敢骗我的人还没出生呢。你放心好了，我又不是真正的11岁。算了，你还是去赵家铺子玩吧。我下午考完了再来接你。不行，我哥哥人生第一次参加大考，我肯定得做，没得商量哈。哥哥再说我就哭了。你呀，就是真不听话。你呀，就是门缝里看人，把人都看扁了。我不拐别人，算是我善良。我还没人拐，拐我的人还没出生呢。一抹无奈的笑容爬上了陆志轩清冷的脸，他摇摇头，暗笑着不多说了。哎呀，陆哥这是去考学不成？李大娘好眼力，今日我哥哥就去考青松书院。哈，考青松书院啊？
陆哥，你真厉害，一定好好考，哪个好？多谢大娘吉言，小子这就走了。哥哥放心，安心考试，一定能考第1名，哥哥加油！知道了，放心吧，我会努力的。哟，好大的口气，他一定能考第1名。这是谁呀？喂，我说你是哪里来的村姑？好大的口气啊！竟然说你哥哥会考第1名！你以为这是你们村里砍柴呢？谁砍得快就得第1。我告诉你，这第1肯定是我哥哥的。这姑娘有毛病啊！这第1名是他家定下的吗？姑娘，我祝我哥考第1，碍着你了吗？当然碍着了。我妹妹说这第1名是我哥哥的，就是我哥哥的，你来抢就不对。这第1名就是他哥哥的啊！你哥哥谁啊？他是男主吗？啊，真是不知所谓的东西！天哪，来把这首傻白甜给我收走吧，太丢人现眼了，有没有？请问2位姑娘，这第1名是喊得过来的话，你何不赶紧回家，顾上全城的人大声喊我哥哥第1名，在这里磨叽个屁用啊！你开口就是粗话，真是乡巴佬！终于众人发现了这边有人在闹事，立即有人围了过来，纷纷问出了什么事儿。蓝潇潇不想多说，只说了刚才祝福哥哥的话，又说了这2位姑娘对他说的话。哼，想考第1也得有这本事。我告诉你，这青松书院的第1名一定是我哥哥宋青云。原来是宋公子回来考书院了，那这第1肯定是他的了。宋公子5岁就能够吟诗，7岁能测，谁人不晓啊？就是，我哥哥在府城书院都是考第1，回县里来第1名还不是碗中菜。竟然有人敢大口拉拉说他哥哥考第1，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然而蓝潇潇根本没听进别人的话，她满脑子都是3个字：宋青云。宋青云，宋青云，这俩死八婆竟然是我哥哥死对头的妹妹！危险！今日本姑娘遇上你了，我坑你一回，我哪对得起我哥哥？蓝潇潇瞥了宋小姑娘一眼，故意阴阳怪气的开了品。哇，原来是宋公子的妹妹呀！我倒是在这里大口拉拉呢。原来是宋家2位姑娘啊！我是不知道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啦。姑娘，你知道喽？乡巴佬，既然你认为你哥哥能考头名，不如我们打个赌。果然呢，今日财神到我家。本姑娘正想引你们如何上钩呢，你就自己送上门来了。这样吧，我们也不欺负你。要是我哥哥考了第1名，你出1两银子，然后对大家说宋公子永远第1，如何？1两对白两，赌了，永远第1，这第1是喊得来的。要真是如此，我还想给自己喊个状元呢。老天哪，我好想跟他赌个1000两啊！我倒愿意，就是怕万一到时候啊，有人输了不认怎么办？我宋家会为了这100两银子撒赖？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他气愤地叫着。拿纸笔来。这边话才落下，那边宋大姑娘2张契约已落成，大手一挥，还落下了自己的名字，然后一脸得意地看着蓝潇潇。会是会，只是写不出来姑娘这么好的字，要不我按手印行吗？行。在下10亿，白明书院的夫子，今日给这位陆姑娘作保。说罢，他在2张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他这一作保，立即有更多的人给宋家作保。眼前的场景让宋家2位姑娘更加得意了，她们一脸鄙视地看着蓝潇潇。3天后可别不敢来啊！她不敢来吗？蓝潇潇扬起笑脸。2位小姐，记得带好银子哦。宋二姑娘脚一跺，哼，当真是不知者无畏。100两银子对于我宋家来说就是一餐饭钱，不过到时候你可多喝几口水，喊声大点。说罢，宋家人得意地离去了。大叔，问您个事儿，今日赌场有青松书院与白明书院学子考试的赌注吗？有啊，你一个小姑娘问这做什么？蓝潇潇不以为意，表情更加神秘。大叔，昨晚上我做了个梦，梦中有一个白胡子老爷爷告诉我，今日青松书院学子第1名会是一个叫陆之轩的人。啥？守门汉子看傻子一样。小姑娘，你真是在做梦。我们村里人说我命太硬，于是让我出来讨饭，可我真的是有福之人呐。他们不信啊，我其实手中也没有多少银子，就2两半，都是我全部财产，而且还是卖了我家屋子的钱。但是神仙就是告诉我，今日让我来下注，赌一个叫陆之轩的人会考第1名。终于汉子又有点相信了。大叔，你带我进去下注吧，这半两银子当你的赌本，这2两银子留给我自己，要是输了也不怪你，要是赢了我再给你1成，如何？输了不关他的事，赢了他白捡了银子。汉子良心不坏，但人心贪婪的本性还是让他动心了。我叫发财，一会儿你就说是我的侄女，知道吗？发财？你这个名字真会取啊，你咋不叫红中呢？发财说好，我叫笑笑，笑死人的笑。谁告诉你这样说自己名字的？
我娘啊，她说我就是个笑话，竟然生了我这么一个难看的女儿，真是笑死人了。汉子抽嘴，这真的是你亲娘吗？古代下注还真正规，注约1式2份，都按手印，还有证人。蓝潇潇收好，笑眯眯的对发财说：“发财叔，你就放心等着吧，3天后你就真叫发财啦。”白捡了个美梦，成不成都不输钱，发财倒也开心。好，托你的福。从赌场出来逛了一会儿，蓝潇潇又逛回了金松书院前。快看，考完了，真的考完了！你们看，第一个出来的就是宋公子。哎，真的了，今年肯定是他拨的头筹。顺着众人的眼光，蓝潇潇看到走在前头的青年，年纪大约也就是15、16岁吧，一身天青蓝的天蚕丝面料直坠，袖以青竹丛丛，便如一颗青竹立于面前。这人相貌英秀，肤色如玉，听得众人大叫，他却走的是不紧不慢。哥，这里，我在这里包了座。走上前，突然发现蓝潇潇脸上有地方黑乎乎的，他便眉心一拧。又跑去干什么了？蓝潇潇一听，知道脸上有可能没洗干净，便卖着傻。去逛了逛，怕被人拐走，就涂黑了自己。哥哥，我聪明吧？哼，你确实是很聪明，聪明的吹你哥哥能考第1。哥哥，这个就是跟我们打赌的人。潇潇，怎么回事？蓝潇潇嘟了嘟嘴。哥哥，这可不能怪我搞事哈。早上我送你进考场的时候，鼓励你会考第1，这个小姐姐说我吹牛，说只有他们的哥哥才能考第1，还非得逼我打赌啊。在下德阳县宋青云，敢问这位兄台姓氏名谁，哪里人士？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宋公子。久仰。在下陆志轩，字允坤，封关镇人士。尚未不懂事，请莫在意。哟，不在意？你不会是认输了吧？要是认输呢，也可以，1两银子没有就算了，去外面跑3圈，说宋公子第1名。宋家姑娘，这输赢未定，何必咄咄逼人呢？宋青云是自小被捧大的，他容不得别人指责自己的妹妹，便声一冷：“什么叫咄咄逼人？舍妹虽然说的直白了些，可事实就在眼前。莫不是兄台以为这次第1名会是你？”陆志轩太清楚这宋青云的性子，这人确实比较厉害，可现在的他只是一个骄傲无比的富家子弟，与他多说根本没有必要。谁知道呢？3天后才知晓。这话一落，宋小姑娘一脸得意。行，3天后准备好银子，然后去外面跑3圈吧。坐在茶桌边，蓝潇潇开心地给陆志轩倒茶。哥哥，先吃这个糯米糕，一会儿我给你包茶叶蛋，用签子穿起来，下午定能考个100分。什么叫100分？就是满分呀。陆志轩宠溺地问：“你就这么相信哥哥的厉害，竟然还敢与人打赌，真是胆子越来越大了。”我哥哥自然厉害，这世上谁厉害都没有我哥哥厉害，因为他是我蓝潇潇的哥哥。在外跑了1个上午了，一会儿赶紧回去好好休息会儿，知道不？知道了，管家公，我把你送去书院，然后就回家，好不好？说话算话呀。算就算。把陆志轩送去了考场，到家后一身是汗，他立即洗了个澡，然后倒在走廊上那竹躺椅上呼呼大睡。轰隆隆，一个炸雷落下，吓得蓝潇潇从竹躺椅上掉到了地上。娘的，吓死本姑娘了！雷声一直在响，乌云越来越浓，可雨却一直没下。蓝潇潇皱了皱眉，难道要下暴雨了吗？看看外面想了想，他这才发现家里没有油纸伞。哥哥，您考好了？不是说了吗？叫你回家吗？